新的一天，秦小妹和小新走上校车，小新还是和往常一样顽皮，一个人占了2个座位。秦小妹没了位置，只好向司机求救，可司机并不想理会这件事，反而开始听起了摇滚。秦小妹心一着急，就拉了一下司机，谁知道这一拉，磁带就掉到了地上，音乐也听不了了。车上同学们都很友善地唱起了歌，来缓解司机的忧愁。可唱的歌实在不尽人意，司机打开他的收音机，可惜也没有什么令他满意的音乐。就在这时，他看到路边有一个重金属乐队，他们似乎是车子坏了。正当司机跳下去时，表示愿意载这个乐队的时候，小新已经把校车开走了。恼羞成怒的司机见到小新就要开打，好在校长及时出现，才救下了小新。司机先生也因此被停职停薪处罚了。万般无奈之下，新妈只好尽可能多的接送小朋友，以弥补小新犯的错。新妈沿途接了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再接一个小朋友就能去学校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沉默的小孩站在街道边，这个小孩名叫麦克。双胞胎姐妹很不喜欢他，认为他沉默、诡异又恶心。麦克上了车之后，翻开书包，发现自己忘带数学书了。新妈就开车到他家里去取。在看到麦克家和他的爸爸之后，小朋友们都惊呆了，尤其是刚才欺负他的小胖子，他十分害怕麦克报复他，毕竟他爸爸是黑社会老大。麦克到了学校，同学们的眼神中都带着恐惧和害怕，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麦克经过的地方，人们都会自行让开一条路，为了避免他踩到地上的呕吐物，威力直接躺在上面，让他从自己的身体上过去。只有新小妹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些同情麦克。在合奏中，麦克吹奏出了问题，老师本来大发雷霆，一看是他，马上就变成了满脸讨好，最终还被吓得逃出了教室。新小妹看着麦克由原来被孤立到被畏惧，始终都是一个人，她主动的去和麦克吃饭。麦克看着眼前和他吃饭的新小妹，亲切的告诉他不必怕他，他和自己的父亲不一样。说完，2个人就开始吃饭了。可在食堂的饭里竟然吃出了5号电池，新小妹再也吃不下去了。麦克告诉他自己会做饭。他们来到草地旁，麦克带着新小妹吃了很多能吃的果子。新小妹觉得麦克将来一定会是一位了不起的厨子，可麦克神情忧伤，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接替家族企业。这时，麦克的父亲也就是胖托尼开车来到了几个孩子旁边，邀请他们一起兜风。在行驶的路上，胖托尼通过后视镜看到了自己的敌人正驱车在后面追赶。胖托尼拿起眼镜仔的一本书翻开扔在地上，书上的尖钩砸破了敌人的车轮胎，他们的车撞在了小苏打车上，然后又被前来的醋车撞了。泡沫模糊了敌人的视线，正当他们还在自我安慰之时，一辆炸药车撞了上来，所有的车都燃烧了起来。黑社会老大也不容易呀，首先要有精准的判断，还得学好数理化学，计算角度和生成的反应，多读书总是没有错的。言归正传，胖托尼把孩子们安全送回了家，并为驾驶过程中发生的意外向新妈道歉。麦克很喜欢辛普森一家，希望爸爸晚上能邀请他们到家吃饭。胖托尼同意了，一家人就这样到了胖托尼家，一栋豪华别墅。正当他们高兴地吃着晚餐，家里突然来了不速之客，胖托尼的敌人来了，双方开始坐下来谈判。胖托尼十分不满意对方最近的举动，因为他们杀了自己的人，对方满不在乎，表示他们想杀是他本人，杀几个他的人算得了什么事儿。胖托尼警告他们不要做傻事，他如果死了，麦克接替他的位置，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此时，麦克正做了甜品邀请辛普森家品尝，这味道确实十分美味。新小妹鼓励他去把蛋糕给他父亲尝一下，他父亲一定可以发现麦克在做饭上的天赋。此时的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麦克畏畏缩缩把蛋糕分给了他们，确实十分的美味。但是在得知这是麦克自己做的，并且他说自己还想当厨师之后，胖托尼的表情有些凝重，他的敌人此时却开怀大笑。对，你的孩子一定会替你报仇的，他会怎么杀我？用汤吗？胖托尼有些失望，因为他能和敌人达成共识，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孩子他对麦克寄予了厚望。新小妹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仍然怀着一腔热血劝着胖托尼。就在这时，3个敌人驾着直升飞机对他们射出了导弹，始料未及，胖托尼受到袭击后身受重伤。胖托尼虽然没有死，但是也只能等到3个月之后才能恢复元气。在这3个月中，麦克只能暂时接替他父亲的工作，然而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辛爸和小新在一旁安慰他，事情既然是新小妹搞出来的，那么他们有义务帮助麦克打理他父亲的事。辛爸决定帮助他打理，直到他父亲恢复健康。然而辛爸怎么会当黑社会老大？他对黑社会的印象还停留在电影里，这不马上就尝到了苦头。手下人告诉他，老谋子欠了他们50块钱。辛爸随即表示，交给我吧，我办事，你放心。
一走进酒馆，辛巴揪着老谋子的脖领子就是一顿耍横。老谋子一脸不屑，就这反而抓住了辛巴的脖领子，是不是给你脸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上次坐车没给钱，拿钱来。辛巴畏畏缩缩掏出50块钱给他。好了，现在该他要了。老谋子把刚刚辛巴给的钱分给了他一半，就把他打发走了。这真是说最狠的话，做最傻的事。当老大还是做慈善呢？小新比他爸会来事多了，他就向小丑要保护费，如果不给的话，就把他赶出去。小丑刚开始也不想给，毕竟一个小孩子能翻起什么浪？谁知小新朝手下点了点头，两人上前把小丑胖揍了一顿。听那凄惨的叫声，好像是一串声音都给他打遍了。辛巴和小新自从接手了黑社会，连车都几辆的开，一时风光无限。晚上，几个黑社会核心成员正在打牌，邻居弗兰德手里拿着信件走过来，除了麦克，其他人都抄起家伙对准了他。弗兰德表示有封信寄错了，自己只是来送信的，说完就吓着跑开了。辛巴和小新看着被吓跑的弗兰德，奸诈的笑了起来，商讨着该怎么样惩罚这个无心闯入的可怜虫。麦克却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这样胡搞了。父亲在时，并不像他们一样欺负普通老百姓，他当即宣布他和他们一起退出黑社会的生意。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麦克召集了父亲的死对头们，告诉他们自己愿意放弃父亲的地盘，希望他们能够保证自己和辛普森两家人的安全。自己现在唯一的事业就是做菜，麦克亲自做了一桌菜来款待父亲的几位敌人，他们都表示麦克做得很对，因为他对于做菜确实很有天赋。谁知他们3个人刚吃不久就倒在地上，辛巴上去闻了一下他们吃的肉丸，发现上面被人下了毒。辛妈怀疑是辛巴当即吃了很多肉丸来证明此事与他无关，他哪能有这脑子？说小新的可信度还高一点。总之那3个人死掉了，麦克随手扔掉了自己的食谱，金小妹捡起来一看，肉、辣椒、毒药是麦克下的毒。麦克来到了父亲的床前，父亲亲切表扬了自己这位看起来亲和的儿子。即使看到这一切，金小妹仍不愿意相信这件事真的是麦克做的，她希望麦克能够告诉她那只是一个意外。然而麦克像是变了一个人，冷冷地告诉她不要过问他生意上的事。金小妹来不及消化这一切，麦克就在她眼前关上了门。她悄悄打开了门，看着里面正在玩耍着的麦克，也许期待他们还能一起玩，可他的手下再一次关上了门，这扇门不会再开启了。即使麦克依旧会像其他孩子一样玩耍，可他们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了。本集致敬了1972年在美国上映的电影《教父》，动漫中的胖托尼就是电影里的老教父，他是美国本部黑手党克莱昂家族首领，带领家族从事了非法生意，但他也是许多弱小平民的保护神。就像胖托尼，他虽然是黑社会老大，但是他愿意去了解自己的孩子，接纳孩子的朋友，即使知道金小妹说的那些话有多天真，以至于最后让敌人钻了空子，也没有丝毫责备过他。电影中的麦克是老教父的3儿子，和动漫里的一样，他本来无心继承家族产业，奈何我不犯人，人来犯我，他只好先下手了结了敌人。他并不是扮猪吃老虎，一开始的时候的确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一直与父亲保持距离，可是敌人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被逼无奈的他只好反击，最终成为新一代教皇，黑社会的老大。金小妹就是电影中的凯麦克的前女友，她只从外面窥见这个庞大的家族，并不知道里面的腥风血雨。她的生活没有教会她在敌我对战中稍有不慎就会付出生命，但她终究也明白了，眼前的人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在父亲庇佑下无忧无虑的人，在她身上担负的是整个家族。又到一家人出门购物的时候，不过这次地点并不是繁华的商业街，而是一个满目萧条的过期物品收容所。它曾经也辉煌过，直到市长的父亲在这里被杀，他们停留在了曾经的一家百货店前，听到有人说话，店主忙出来迎客，因为承诺会送牙膏，所以辛巴就买下了。小新感兴趣的自然是游戏，可环顾游戏厅一圈都没有发现能吸引他的。这时他看到一个从来没有玩过的游戏，开了一局之后发现是无聊至极，这也就算了，还要免费赠送一局，这可真是要了命了。辛巴被软糖条勾得走不动路，已经过期了，他也不管，直接掏钱买了一整罐。辛妈不喜欢他拿根软糖棒，勒令辛巴不准把那玩意带回家。很好，辛巴就趁现在把它吃完了。见糖果被消灭干净了，辛妈提议去打折书店逛逛。虽然辛巴百般不愿，但也只好跟着。辛妈挑挑选选，选中了一本爱尔兰的微笑，支撑辛巴那个柜子上放着一套木匠百科，于是他顺手拿起了一本就看了起来。不过就辛巴这智商吧，着实有限，他看不懂上面的内容。这时辛妈走了过来，鼓励辛巴说自己喜欢看他扮成能工巧匠的样子，然而装的就是装的。胡言乱语一番后，辛巴将书塞进了妻子怀里。小美很不喜欢那个
个卖场，他当时却是自动照相馆，没想到直接被一些奇奇怪怪动物抢了镜头。他离开之后，亲妈告诉儿子收到了一封你的学校寄来的信。这孩子还没有听到信的内容，就开始为自己犯下错误辩解了。不过他着实不用这么紧张，因为这封信内容是说学校的某个人对花生过敏。小新一听来了精神，忙问是谁。很遗憾，信上并没有说明。亲妈说从今往后就不能再带花生制品了。他检查了一下儿子的食盒，好家伙，全都是关于花生的东西。辛爸正在客厅看电视，亲妈走了过来，暗示他用新买的工具书做点事儿。辛爸表示自己的确利用起来了，利用它来当自己的割脚板。辛妈还打算再劝劝丈夫，但他实在是太懒惰了，还回敬妻子一句：“需要做什么吗？反正我们都在慢慢走向死亡。”这话把辛妈气得够呛，拿着衣篓就回了房间。不料有一块地板翘了起来，还弄倒了床头柜。正当他有些郁闷的时候，发现了工匠百科，那一本刚好讲的就是地板和床头柜。有了工具书的帮助，辛妈很快就将坏掉的东西修好了，这成就感简直爆棚。被激发了兴趣之后，辛妈又做了鸟笼、邮箱、家里的招牌，还有一座超豪华的狗屋。兄妹俩看到妈妈节奏都惊呆了。小新更是夸奖她是木匠业的耶稣。新小妹说这项技能很有用，或许会有人雇她去做东西。有了女儿的话，辛妈马上有了想法。第一次接到生意来自校监，她在辛妈的传单上留下了地址，让她帮自己修书架。可校监得知请的竟然是个女工匠，马上就变了脸色，说自己的家里有些挂画不适合女性观看。出师不利，辛妈又来到了第二家，谁知这一位顾客的说辞更加离奇。阿可问辛妈，若是洗澡到一半，你说你怀孕了怎么办？这样轻浮的言辞，没等她下逐客令，辛妈自己就生气地走掉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辛妈向丈夫大倒苦水，我明明就和男人一样能干。辛爸认同，这张床就是辛妈能力的证明。辛妈想了一下，或许人们喜欢屁股肥大的胖木匠。这么说着，她将目标移到了丈夫的屁股身上。好家伙，够肥够大！她立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第二天，辛爸敲开了教授家的门，他说自己是来替他做狗窝的。果然顾客一见到是男工匠，就没什么问题了。了解教授的要求后，辛爸将他请回了屋。之后他才敲了敲箱门，放老婆出来。然而教授耳朵太尖了，辛妈还没有量完尺寸，他又打开了门，说自己听到女人的声音。可能是因为男木匠给人的感觉太可靠，所以说辛爸拿工具的姿势漏洞百出，却还是让教授忽悠了过去。夫妻搭配，干活不累。辛爸辛妈联手完成了许多工作。这天，辛妈刚完成露台，可能又出来了。见可能对于成品极为满意，于是辛爸就问他，如果这个女人完成的会怎么样？肯德很坚决地表示自己会拆掉这个露台，为辛爸男子气概做个棺材。好家伙，这句话直接把辛爸吓得够呛，还好他胡编乱造给遮掩了过去。辛妈来到建材库购买材料，很不巧遇到两个嘴碎的女人，他们问辛妈这些东西是不是替辛爸买的，还说她只能给丈夫提供食物和幸福。辛妈自然知道自己付出了努力，所以被他们的话气得不轻。晚上躺在床上，她还在为此生气。辛爸却早已经习惯人们对于自己的赞誉，理所应当将妻子当做了秘书。辛妈很认真地对丈夫说，我觉得你抢了太多的功劳，连 T 恤上都写着全是我干的。辛爸表现得有些委屈，不是你说将功劳记在我账上吗？见妻子还是很生气，辛爸将语气放得更软了。如果我现在说出真相，在全镇人面前我会抬不起头的，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吧？辛妈颇为无奈地回答道，我不希望。不巧这次接的单来自莱尼，辛妈刚把分车修建完毕，辛爸就匆匆地说快换人。接着莱尼和卡尔就走了过来，他们对这个分车是赞不绝口，还说这一定是他亲手做的。辛爸脱口而出，那不然谁能帮我做？我老婆嘛。此言一出，莱尼马上接话，得了吧，女人唯一能造出来的就是信用卡账单。箱子里的辛妈听了他们的话都快气疯了，抑制不住的怒火让他发出了电钻运行的声音，这引起了卡尔的怀疑。辛巴为了遮掩过去，就说一起来唱歌，这可把辛妈折磨得够呛。为了合上拍子，莱尼和卡尔对箱子又踢又打，最后他们还将箱子推上最高的山坡滑了下去。回到家后，辛巴一个劲给老婆道歉，可辛妈不吃他这一套，一定要他告诉大家真相。明明是他干的活，凭什么他又不能拥有姓名？但辛巴依旧不打算说出事实，还想转移话题，说市长雇他们去修老过山车。辛巴悄悄地说，如果孩子们问起来，就说是他干的。这真是让辛妈忍无可忍了，那你自己一个人去修过山车吧。辛巴找来一群工人，瞎指挥了一通，说过山车最大的问题是太多上坡了，应该用最爽下坡将他们给替换掉。工人们也没有多说什么，就问是不是要先加固一下支杆。很不幸的是，辛巴并不知道这个是啥，他躲进柜子里大哭了起来。工人们知道了，这就是个绣花枕头，不过也没有离开，毕竟辛巴还承诺了5万块钱，但很可惜这也是假的，辛巴根本没钱，那还干个啥呀？工人们全都回家了，辛巴也想偷偷溜回家，不料从坡上滚了下去，最后还卡在管道那里，箱门都出不去。辛巴在家建了一个小型的过山车模型，当模拟的小车从顶端滑下去时，整个模型都燃了。看着辛巴对废墟哭泣，小妹劝说爸爸将这些功劳都还给妈妈，或许他就会真的帮助他。但辛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次若是能靠自己的力量办到，那么谎言就会成真了。既然不听劝，小妹就懒得再说了。辛巴的过山车终于完工了，台下辛巴已经准备好了摄影机，录下丈夫那大骗子的丑陋嘴脸。辛巴拉下绳子，过山车完完整整全在人们面前。仅从外观来看，着实令人惊叹。然而当辛巴开了一瓶酒后，瓶塞打在过山车的轨道上，直接翘了起来，这诱发连锁反应，要么是轨道散架，要么是支撑断裂，整过山车都变得破破烂烂。小妹在台下喊道：“放下你男性自私的本性，告诉他们真相吧！”但辛巴已经魔怔了，大声吼道：“我无敌，所以我做任何事都是无敌的。”之后他又坐上过山车，此时辛巴也不能淡定了，这样下去，辛巴会把自己的小命
意玩玩的。到顶端的时候，辛巴终于害怕了，因为他看见到处都是断裂的轨道，但他还是逃过了一劫。辛巴拿着工具，每次都抢在他的前面修好了断裂的部分。他终于悔悟了，在过山车上搞出了真相。我愚蠢大男子主义，让我对大家撒了个谎，其实那些工匠活都是我老婆做的。话说完了，过山车也就成功抵达了。不料还没有等到夫妻俩发和好感言，一个 I 型钢砸中辛巴坐的车，然后整座过山车轰然倒塌。辛巴最终去路当然就是医院，大难不死让他说出了心里话，婚姻才是真正的过山车，我很高兴有你在我身边守护我。辛巴很欣慰他能这么说，安慰了丈夫之后，他又安抚了儿子。要说这小子怎么和校长捅在一块了，就不得不提一下支线剧情了。由于出现对花生过敏的人，现在同学们进学校都得先让威力搜身，这自然引起了小新的不满。凭什么要为了一个孩子剥夺他们所有人的零食？他想要知道这个自私的混蛋到底是谁。孩子们将目光挥到眼镜仔身上，向小家伙连连否认，说自己只对糖、小麦、乳制品、非乳制品和他自己的眼泪过敏。说着他又哭了出来，然后他就过敏了。被搜查的时候，小新向威力套话，谁是那个不敢吃花生的废物？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他的这么说是个公子哥儿，才不是，这年头当校长的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面对小新，威力还是太能了，他尾随威力来到校长办公室，果不其然，那过敏人就是校长。他说自己的过敏很严重，一个花生分子就能迅速锁他的喉，抓住校长的把柄。小新高兴坏了。自从知晓这个秘密之后，小新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他将学校奖杯摆在地上来打保龄球，就在第二颗球即将撞到奖杯时，一只脚止住了他。校长生气地说：“留校查看，马上！”小新笑了，我不喜欢被留堂，因为我有他。见他手里拿着花生，校长立刻屈服了。小新利用这个为毕业校长写黑板当靶子，还不得不在广播上念一段恶心的话，逗得全校同学都哈哈大笑。校长都被小新折磨得有心理阴影了。他梦见自己行走在潮湿阴冷的走廊里，突然在他背后出现了一个花生先生。他摘下眼镜，无数的花生飞了过来。被吓醒了之后，他也没能好过，因为小新站在床头拿花生对着他，他也校长准备了早餐，一堆垃圾。接着他又被小新派到漫画男的店里，对漫画男说他喜欢人物不好的言论。漫画男没有立刻开启嘲讽模式，他能感觉到校长是被小新抓住了把柄才这么怂，这倒是启发了校长，也许小新也有什么弱点。夜晚，校长潜进习医生的办公室，他在里面找到小新档案，果然发现他过敏东西。这天，小新又大摇大摆来到校长办公室，他没有想到校长也有了一件秘密武器，那就是小新过敏的东西——夹子。这两个人终于开始了正面交锋，一大一小，从校内打到校外，从校车车顶打到泰国食品厂。在这里，他们遇到自己最害怕的东西——花生虾酱。小新可不知道什么叫同归于尽，他单纯就想和校长争个输赢，所以将他扑倒在酱料里，当然还有他自己。然后这两个人都过敏了，最后躺在医院里的两个死对头也不罢休，用虾和花生互相攻击起来。辛巴是真的累了，他走出了病房，决定去看看那些新生儿。本集中，小新和校长决斗桥段致敬了星球大战，打斗场景固然十分精彩，不过还是夫妻俩之间战争更耐人寻味。比如女人渴望在社会上拥有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却有不少女孩对同性进行贬低诋毁，但比起丈夫带来的伤害，外人也就不足为道了。昔日的好搭档为何最终关系破裂？可能就是人性在作怪吧。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好像放在身边久了，就自然而然被当作自己所有。但有些东西是偷不走的，真相也终将大白。贪得无厌的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早上8点整，闹钟准时响起。辛巴一起身就看到了食指上的蝴蝶结，他想自己应该记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果然，他的身上也写着别忘了，但他着实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儿了，连用门砸脑袋都无济于事。吃饭的时候，猫和狗身上也写着别忘了，就连小新嘴里吐出的也是这句话，到处都在提醒他别忘了，可就是没人告诉他别忘记什么事儿。这时，辛巴让他们赶快收拾，因为马上就要去老年奥运会给爷爷加油。一听这话，辛巴整个人都不好了，难道这就是我应该记得的事儿吗？想到这，辛巴只觉四肢无力，瞬间瘫软在地。但这次辛巴说什么也不让他打退堂鼓，一家人齐心协力给辛巴拖了出去。他们刚走，家里的电话就响了，是老谋子打来的。他给辛巴留了言，说希望他没有忘掉他们的大节目，也就是他的钓鱼庆生会。说的这么隆重，其实也就只有他和辛巴2个人。说了那么久，还是没有人接。原本满心欢喜的老谋子，现在忍不住泪流满面。老年奥林匹克的现场，老辛普森很是高兴，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赢一块金牌了。他还记得1936年的奥运会是他最接近胜利的时刻，那年他投出的标枪险些就刺中了希特勒，可惜扔偏了一点，刺杀了那个想刺杀希特勒的刺客。老辛普森说，后来他见到了希特勒，他们还一起吃饭呢。说话间，火炬手已经进入了跑道，虽然老人家行动不便，但还是成功将火焰传到了主会场。就是这胡子吧，也被点燃了。这时，辛妈注意到女儿的笔记本上面都是些被划掉的名字。辛小妹说，她的春田传奇人物报告假都一脚交了，但是本子上这些人都太无聊了。兰妮走了过来，你可以采访我啊。她说自己收藏伏特加的附赠画，其实也就只有不知从哪撕下来的这一张。辛小妹一问，她就哑口无言了。接下来是跳水项目，老人家爬上跳台就已经够费力了，空中的时候身上那些褶子变成了翅膀，老人家最后连泳池的水都没沾到就到了地面。还有72个项目，一家人就已经失去了兴趣。他们
一致认为老辛普森是不可能拿到金牌的，因为有一个老人装了机械腿。说罢，就到老辛普森的比赛时间。很显然，他不擅长跑步，一开始就被甩在了最后。这时，威利正在除草，看着天空乌云密布，他掏出了黑色的雨衣穿上。好巧不巧，老辛普森刚好经过他旁边，还弄掉了假牙，于是威利就捡起来追了上去。听到背后有声音，老辛普森回头看了一下，这一看不要紧，老人家魂都要吓掉了。黑色斗篷，死亡镰刀，这不妥妥的死神来收人了吗？直接让老辛普森脚下生风，第一个到了终点，还真就让他赢得了一面金牌。运动会结束后，一家人开车回家，不料快抵达目的地的时候，辛巴看到老谋子坐在自家的台阶上，他终于想起了自己忘记的事，可惜已经晚了。辛巴让大家都趴下，顺利骗过了老谋子，只有他哀伤的歌声还盘旋在这栋房子上。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我真的好孤独，再没人来弄死我。已经很晚了，老谋子依旧没有离开。辛普森一家也并不舒坦，全家都像寄居蟹一样蹲在地上拿吃的。就在父子俩开展了食物争夺战之后，一块砖头从外面扔了进来，上面还有一封老谋子写给辛巴的信。生日对我来说本来是可有可无的，可你说要带我去钓鱼，我就像个乐乎乎的傻瓜一样，满心欢喜。但你粉碎了我的梦，用刺刀直捅我内心深处。我看我生来就不该快乐，或英俊，或是其他什么。这一封沉郁无比、悲戚无比的信，让辛普森一家的心也揪了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深沉、千疮百孔的灵魂啊！辛小妹当即决定将老谋子作为采访对象，上天待她似乎格外不公，就算是生日也让她独自在外面对风雨。这时，辛小妹给她撑起了一把伞，说她的世界观既荒凉又美丽，她要写一篇关于她的报告。老谋子欣喜若狂，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透过她的外表了解她的灵魂，他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生日。可惜这么美好的氛围也没能长久，被狗咬、被鸟啄，坏运气好像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父女俩将老谋子送回了家，辛巴躺在按摩椅上，觉得震动的频率很是不错，但老谋子告诉他这不是按摩椅，只是蟑螂太多，刀子划开，全部都跑了出去。辛小妹仔细阅读了老谋子写的字条，觉得他的短句写得很棒，还说他们都是诗。辛巴对女儿的话嗤之以鼻，他根本不相信老谋子会是个诗人，然后他就为那些恶毒的话付出了代价。最后不得不说，老谋子，我认为你很有天赋。这时，辛小妹将那些字条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按照这样的顺序去读，这就是一首完美的诗。辛小妹还给他起了个标题，对着水泥月亮咆哮。老谋子很是高兴，他亲切地对辛小妹说，我们真是一对好搭档啊。到了正式报告的时候，老谋子朗诵了他的诗歌，我的灵魂闻起来像死了3周的鸽子，我关上窗户上床睡觉，在梦里我用眼睛吃玉米粒。下面的孩子们都听呆了，只有一个小男孩象征性的鼓了掌。辛小妹沉下了脸，一群俗人。其实他并不在意自己的报告得低分，还打算将老谋子的诗发到美国诗词展望去。美国诗词展望大厦负责人正在审核收到的稿件，他的手下兴冲冲地推开了门，说收到了一个不知名天才诗人的投稿。仔细阅读了一遍后，负责人表示这的确是个天才。他将稿子交给手下，说不要给稿费，直接登在封面。公司效率不错，手下很快就拿了成品过来。不过原本要上封面的那位仁兄就只能多担待了。辛小妹拿着那本书，兴冲冲地找到了老谋子，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书的封面上，她很高兴。这时酒吧里的电话响了，没说到2句，老谋子就生气地挂掉了。辛小妹就顺嘴问了一句是谁，老谋子说是汤姆·沃尔夫打的骚扰电话。一旁的巴尼听到后下巴都惊掉了，他说这个人是个著名作家，还列举了好几部他的书。这下轮到老谋子震惊了，所以刚才那个人让他去参加 W 论坛也是真的。辛小妹一听到 W 论坛就欣喜万分，告诉老谋子在那里可以见到美国所有有名的作家，还劝说他一定要去参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老谋子答应了去论坛，但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辛小妹必须和他一起。他觉得没有这姑娘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不久，一家人带着老谋子就上路了，酒保坐镇，辛巴随时都有酒喝，开车也不例外。辛巴制止了丈夫，说开车不能喝酒。辛巴同意了，然后开停停的间隙就拿来喝酒。最后抵达目的地的时候，车门一开就栽在了地上。这么嚣张的酒驾，当然没有逃过交警的罚单。一进入晚会，辛小妹就认出了汤姆·沃尔夫。她对老谋子说，汤姆特别爱用感叹号。确实如此，他连平常说话都带有强烈的情感。汤姆向周围的人介绍过老谋子之后，他与人们也就渐渐熟络了起来，还向他们讲了一些自己遇到过的事，大家都很喜欢听。这时，汤姆拿着老谋子的作品走了过来，说自己很喜欢他初次发表的诗歌，尤其是那个华丽的诗名。他问老谋子对着水泥月亮怒吼是怎么想到的。老谋子说这不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话音刚落，周围人看他的眼神就变了，只有戈尔维达尔觉得这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说自己取的那些名字也借鉴了诸多事物。戈尔坦率的发言
人惹了众怒，他们直接让他拿着礼品袋离开论坛。有了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汤姆再问老谋子的时候，他已经不敢再如实回答了，直接说这个题目就是自己想出来的。人们簇拥着老谋子，将他当作真正的作家，而辛小妹这个老谋子背后的女孩却被孤零零地留在了空荡荡的房间。主导这次论坛的是汤姆，除却3个著名作家，老谋子也坐在了专家小组的位置上。到了接受大众的赞誉和提问的环节了，辛小妹小小的手直接就被淹没在了人海中。一位观众起身赞美了各位作家一番，又让他们说是谁的作品更为优秀。原本有2位作家约定好相互吹捧，但有一方不讲武德，撕毁了互夸协议，以防2位同僚闹得不可收拾。汤姆 Q 了一下老谋子，问是谁给了他成为作家的灵感。老谋子很实诚地表示他不知道，因为他读过的唯一一本书是讲赛马下注的。这时辛小妹站了起来，肯定有这么一个人在没人相信你的时候支持过你吧？明明是个问号，却说得如此坚决，咄咄逼人的态度让老谋子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但他依然骄傲地表示没有。汤姆也制止了辛小妹继续说下去，直接散会了。辛小妹一出门就遇到了快乐的家人，他们让她一起去探险，但辛小妹没有心情参加，于是他们就离开了。她独自跑到湖边去喂天鹅，看着他们吃完就离开。辛小妹又赌气地把面包撒在路边，没想到扔在这里也被吃了。这时老谋子找到了她，要她把自己的小字条组成一首新诗，在告别晚宴上用，但她依旧没有打算承认辛小妹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又想白嫖她的劳动成果，这样的亏吃一次就够了。辛小妹生气地说，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混蛋，说完就离开了这里。老谋子没办法了，只得自己来试试能不能拼起来。谁知一阵风吹来，将他的字条吹进了湖里，还全都被那些天鹅给吃掉了。即使掏出枪又能怎么样呢？那些句子再也没有了。一家人探险回来了，父子俩瞧见辛小妹坐在摇椅上，难掩兴奋的要将旅途的快乐都告诉她。辛爸还给女儿带了礼物，2只分别代表辛小妹和老谋子的玩偶熊。辛小妹看着他们，瞬间哭得不能自己。辛爸安慰她，这些不是真的熊。但辛小妹难过的点不在这里，她说老谋子根本没有提到自己对她的帮助。说完她就哭着跑走了。看到辛小妹这么难过，父子俩气得不轻，看样子有人又要倒霉了。不管那些字条有没有被吃掉，老谋子都得在晚宴上朗读自己的主题诗。他从怀中掏出一张卡片，说这是第1首诗《电梯容量》。人们刚开始还满怀期待，后来发现这就是从电梯上撕下来的。没关系，他还准备了第2首61频道全家最爱。很显然这是从酒店拿出来的电视节目介绍单。这时辛小妹走了进来，看着那小小的女孩露出低落的神情，老谋子说自己还有最后1首诗赞美丽莎，她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小缪斯，比我应该拥有更多的朋友，你帮我脱离了低谷，让我的心灵像美丽的花朵一样纯洁。这首诗感动了辛小妹，她立刻原谅了老谋子。这时父子俩行动了，他们打算在老谋子的头上倾倒糖浆，但此时辛小妹已经不生气了。于是老谋子在得到辛爸的许可后，在糖浆还没有滴到身上的时候离开了这个危险之地。老谋子和辛小妹2个好搭档，又是好朋友了，他们和好了。可是美国数字展望的负责人却不高兴了，他讨厌温馨的结局，他要蜘蛛侠的诗歌，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辛小妹可谓就是老谋子的伯乐了，在其他人忽视他嘲讽他的时候，是他发现了他的才华，站在背后支持他。但老谋子这匹千里马的所作所为却不禁令人寒心，有了一点成就就过河拆桥，完全不留情面。果然是共患难容易，同富贵却很难。但让他们分道扬镳的背后，也有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的推波助澜。艺术创作本身就取材于生活，这本无可厚非。好的作品源于多人的共同结晶，本也是一段佳话，但总有一些人用自己狭隘的观点去束缚别人，用看似正确的观点将艺术扼杀在摇篮之中。从屌丝到知名作家的逆袭，谷底到云端的飞跃，确实让老谋子忘记了自我。但那些人也不见得高贵，他或许永远也做不到像戈尔那样洒脱，但迷途知返依然是一匹好马。全镇人民一起看露天电影，这么久以来还是第一次，辛妈自然是万分激动。可是走到场地才发现已经没位置了，小新手脚并用爬上了老爸的肩膀，发现在靠近大荧幕的位置还有块空地，同时发现呢还有眼镜仔一家。2位爸爸互相看了一眼，看样子是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灵巧避过别人食物又迅速的是孩子们，通过搞破坏来追求速度的是辛爸。终于比赛进行到了最后阶段，眼镜爸超过了辛爸，眼看就要抵达空地，但辛爸使了一个小手段，他将野餐布裹在了小女
女儿身上，往前一抛，他稳稳地降落在了那片空地上。终究还是他们赢了。落下后不久，弗兰德就来放电影，这是拍摄于昨天的无声电影《笨蛋警察聪明贼》。影片开始，小偷将鸡装进了麻袋，鬼鬼祟祟地背着上路了。另一边，警察贴了张通缉令，上面的照片正是这个小偷。然而，当他们打照面的时候，警察并没有立刻认出来，直到小偷跑远了，他才吹响哨子。可惜这些警察太蠢了，一车人都没认出桥断后的小偷。接着，小偷将通缉令的照片换成了警察，警察一看自己被通缉了，直接将自己就地正法了。第一个对电影表示不满的是混混三人组，这不是无声电影吗？为什么我能听到它很烂？他们拿出偷来的零食就去砸负责放映的俩男孩，然后成功将这卷袋子给销毁了。这下在场的大人们也有意见了，他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看电影的。金妈的两位姐姐觉得机会来了，他们怀揣多年的电影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即使大家对它不感兴趣，但姐妹俩还是放了起来。首先出现的是小时候的金妈，之后是三姐妹一起玩耍时的场景，这些画面勾起了金妈的回忆。原来这是他们去碧湾旅行时的录像。她对家人们说，以前每年他们都会去那里的海边租房子。只见影片中的小金妈却是十分开心，看渔民捕鱼，坐旋转木马，欣赏美丽的烟火。那的确是一段相当美好的童年。金爸也感觉从未见妻子这么急切的想去一个地方，他当即决定将这盘录像刻成 DVD， 让妻子再神游一回。金妈确实温故了一遍片子，但金爸又觉得从未见妻子这么爱看 DVD， 于是又决定将录像下载到 iPad 里。然而这个环节出了点岔子，他不知道怎么下载，所以他决定直接带着妻子故地重游。看着收拾好的行李和兄妹俩，金妈惊喜万分，就连小新都没有被遗忘，她彻底放心了。告别了家人们之后，他们就正式开始旅途了。临近岛屿的时候，一阵浓厚的白雾先抵达了他们的面前。金妈说这是碧湾有名的白雾，还有首关于她的诗：一颗棉花糖落在沙灯里，软软的灰色之吻落在我脸上。然而当辛妈仔细闻了闻这雾，才发现这味道简直令人窒息。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都难受的咳了起来。靠近碧湾才发现，辛妈的童年天堂已经变成了垃圾场。金小妹觉得这地方的恶心程度能排第二，仅次于巴西。金妈来到了旋转木马前，她轻抚曾经坐过的那个海马，分外惆怅，想着自己以前还给她取过名字呢。而现在她的眼睛竟被刻上了纳粹标志。他们来到了街道，三个服务员连忙挥舞着双手吆喝，他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接待过游客了。好在他们的果冻酱对辛爸是有吸引力的，他直接购买了一整只手臂。接着一家人又来到了码头，辛妈询问正在收拾渔网的船长，为什么曾经的天堂会变成如今的模样。船长说，自从美味鱼消失后，这个岛就大不如前了。辛妈知道这种鱼真的是非常美味，连鳕鱼都比不过它。船长又接着说，他们夜以继日的捕捞，然后有一天他们消失了。金小妹听到这沉不住气了，是不是因为你们过度捕捞啊？或许是他们不产卵了，或许是你们把他们都杀光了，也许他们是自相残杀，也许你应该感到羞耻，也许你应该嫁给眼镜仔。此话一出，直接绝杀。这个船长竟然认识眼镜仔。进入宾馆住宿的时候，辛妈看着墙上那些照片，哀叹了一口气，也许往日的美好不会再重来了。看着妻子那失落的身影，辛巴十分难过，决定为了妻子让这里再度焕发生机。辛巴找到了那三个服务员，他们干劲儿十足，努力粉刷着旋转木马，而辛巴三人组呢，就在一旁悠闲地看着。服务员们对此并无任何不满，只要钱到位，让他们做什么都行。傍晚，辛巴来到宾馆楼下呼唤老婆，让他透过窗户往街上看，然后辛妈就看到了记忆中的那个闪闪发光的旋转木马。不仅如此，乘坐的时候，辛妈还穿上了当年的衣服，不过就是不知道孩子们去哪里了。他们此时正在为了给妈妈圆梦出力呢。这个项目结束后，兄妹俩将妈妈带到岸边，这时绚烂的烟花适时绽放，和辛妈当年看到的一模一样。人们开始汇聚在这里，都抬头观看着美丽景象。这一切都是辛爸准备的。接着他按下按钮，漂亮的烟花一个又一个升空，最后是压轴好戏，烟花连环大放送。然而没想到意外发生了，一个火星子落在了木板上，点燃了码头。虽然辛爸跳入海里逃过了一劫，但小镇却遭了殃。愤怒的人们将他包围起来，暴打了一顿。不久后，辛爸被人扒光了示众。辛妈安慰道，至少还给你留了条内裤。看着他那可怜兮兮的惨样，辛妈对人们说，她的丈夫并没有恶意，一定有能够让她补偿损失的办法，比如他开瓶子就不错。但他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主意，那就是让辛爸捕鱼还债，直到将水里的东西都捕光。船长将他放下来，扛进了渔船。从现在起，辛爸就是捕鱼小分队中的一员了。船长带着辛爸见了同伴们之后，大家就开始一起捕鱼。第一次捕捞以失败告终，除了垃圾之后就是一条难吃的鱼，简言之都是垃圾。辛爸都震惊了，居然还有自己难以下咽的东西。他又不死心的咬了一口那鱼，确实很恶心。晚上，辛爸为大家准备食物，啤酒、湖虾。然而端上来的并不是虾，而是捕鱼的饵料。船长明明是让他做虾，
巴，然后把鱼饵放在钩子上。看样子这家伙是完全弄反了。被指出来之后，辛巴并没有认错，反而狡辩说今天是反化节，直接把船长气得走出了餐厅。此时鱼钩处，鱼儿闻到了美味食物的气息，全都游过来咬住了钩子。阵仗之大，扯得渔船都有些倾斜，大家纷纷爬上甲板，难掩心中的喜悦。船长说美味鱼又回来了，他们将活蹦乱跳的鱼儿拉了上来，看着那堆成小山的美味鱼，船长知道他们要转运了。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辛巴，他将打鱼棒递给了辛巴，将这份喜悦和成就交给了他。辛巴接过棒子，一棒又一棒的打了下去，直到最后那些残渣已经溅满了全身，也毫无知觉。所有人都沉浸在捕到美味鱼的喜悦中。另一边，母女俩来到了一个研究所，两人在一个展柜面前停住了，介绍说它可以模拟全球变暖在接下来的3年会给世界造成的影响。直接按下开关后，大水上涨，人们都死掉了。辛巴安慰女儿，3年还早着呢。这时他们听到了有人说话，走过去才发现一个人正盯着电脑。那人说海上有一个大风暴，虽然之前也遇到过，但这一次是他见过的最强风暴。这话把母女俩吓傻了，辛巴还在出海呢。此时辛巴一行人还在捕捞美味鱼，有一个船员说西边的天色有点不对劲，劝说船长回去了。但好不容易才发现美味鱼，船长不同意现在就返航。另一个船员也说气压表也不太对劲，船长不信，说如果暴风真的会来，他的膝盖就会跳动，然后他的双腿就不受控制的跳了起来。可惜这时候已经晚了，乌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头顶。西妈很是担心丈夫，就拿着望远镜在灯塔上尽力搜寻船只的位置。无奈天色太暗，又下着暴雨，她什么也看不到。但辛妈知道，只要自己集中注意力，再加上爱的力量，她就能够听到丈夫的心声。果然，闭上眼睛之后，她听到了。辛巴说她很好，这边的波浪越来越大，海水也在不断上升，还问接下来会不会是胡椒水。辛巴见她还有心思开玩笑，稍稍安了下心。但海上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他们被翻涌而来的巨浪冲得东倒西歪，在前方的玻璃被打碎后，船长让他们去拿救生筏。然而没想到箱子打开，里面竟然是小新。看到儿子，辛巴很是奇怪。小新说妈妈他们要去民间艺术博物馆，又要去给蟹壳上色，他实在忍受不了他们的娱乐活动了。这时远方的老谋子预感到辛巴有危险，于是就叫上了莱尼和卡尔准备前去营救。然后雨下得太大了，还是回去喝酒吧。老旧的渔船翻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巨浪，踏浪的时候辛巴还去打了一球高尔夫。终于有一个浪他们没能迈过去，巨大的浪潮压下，只一瞬间船就被毁了。小新问爸爸，我们会活下来的对吗？辛巴虽然表面安抚着儿子，实际上已经在和船长密谋，将他一棍子敲晕，少受点淹死的罪。又是一个浪打来，他们连一点依托都不剩了。辛巴做出祈祷的姿势，希望能得到大海母亲的垂怜，但似乎他们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教堂里人们为遇难的船员举行了葬礼，得知小新也在船上，母女3人哭成了泪人。不料牧师还没有念完悼词，辛巴一行人竟然出现了，一家人又在一起了。辛巴问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于是辛巴就讲起了那时候发生的事。当时父子俩浮在水面上，辛巴突然发现旁边的海水泛着光，潜下去之后，他发现了一个全是人鱼的海底世界。不过这一切都是他被水草缠住后出现的幻觉。小新游下来解救了辛巴，然后他们就被一张巨大的网带到了一艘船上，是那些船员将他们带回了这里。这时船长向人们呼喊道，走吧，我们去举渔网，再去捕美味鱼。金小妹拦住了他们，过度捕捞以及贪婪带给这座小镇的只有灾难和毁灭，要趁早悔改啊。没想到船长认同了他的看法，他也觉得除了消耗海洋资源，一定还有别的谋生方式。这另一种谋生方式嘛，就是砍树。以前的渔民现在都变成了伐木工，看着大树一棵棵倒下，金小妹心态崩了。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结果，但这一次她再也无法阻挡了，因为很快整座小镇的树都倒下了。本集致敬了2000年的美国惊悚电影《完美风暴》，该片改编自一部同名纪实小说，大概讲述了一艘捕鱼船在大西洋上遭遇100年难遇的风暴，然后船员们在船长的带领下与风暴搏斗的故事。海上求生确实惊险刺激，不过新小妹与船长的争论更让人在意。想要在一世独立的孤岛上生存，人们所能依靠的似乎只有大自然给的馈赠。想要恢复昔日的荣光，捕鱼、砍树都不可避免。但新小妹的话并非只有理想主义，过度的开采导致的结果确实只有灭亡。任何地方想要长期的发展，都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价值，就算是只能在原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也好过日复一日的坐吃山空。我们之所以不断的提升科学技术，提倡环保，不就是为了尽量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凭借着人类自身的努力，在地球上好好生存吗？可持续发展从来不意味着不利用自然资源，但合理利用却是我们对自然应该给予的尊重。
天朗气清，晴空万里，很适合一家人出门旅游。如果再配上一段悠扬的旋律，不用想也知道假期会度过得很愉快。谁知道这样的好气氛马上就被破坏了，因为有一辆车从桥上俯冲下来，直接超了辛巴。不仅如此，他还说辛巴是系安全带的胆小鬼，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辛巴当即就抄起棍子，打算给这个口无遮拦的家伙一点教训。高速公路上行如此危险的举动，辛巴自然是竭力阻拦。他决定给辛巴讲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打消他现在的念头。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巴黎，名叫《基督山伯爵复仇记》。那时候的巴黎街头常常充斥了一个家庭的欢声笑语，故事的主角便是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辛巴。他有着一位美丽的妻子以及一双可爱的儿女。然而这幸福温馨的一幕却深深刺痛了一个人，那就是老谋子。他十分嫉妒辛巴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他只有一个仅供依靠的门框，不过挺方便随身携带的。嫉妒火焰在老谋子心中蔓延，一个恶毒计划就此形成。某天晚上，就在辛巴熟睡之际，警察突然闯了进来，以叛国罪逮捕了辛巴。虽然以他的脑子实在不像是能干出这等事，但是警官还是不由分说的把他带走了。很快就到了公开审判的日子，充当证人的老谋子同时一手掌握了证词，上面确实详细记载了辛巴叛国的证据。就这样，他被法官判处了终身监禁。在监狱还没有待多久，狱卒就给辛巴带来了一份报纸，上面报道了辛巴改嫁老谋子的前因后果。夺妻之仇，诬陷之恨，不共戴天。但是身处牢狱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辛巴吃掉了唯一陪伴着他的老鼠后，他感到了彻底的绝望。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监狱之中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狱友秃头。他从未注意过，不过秃头也不在意，因为他是来帮助辛巴的。他向辛巴展示了自己花费30年所挖的隧道。要问他做这些的原因，那就是他想在人生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而且他曾趁辛巴熟睡的时候对他做过不可描述的事情。秃头还把自己埋葬宝藏藏宝图也一并交给了他，来帮助他复仇成功。得知这些后，辛巴接受这位陌生人的馈赠，俯身向着隧道之外的光明前行，期待辛巴这样的蠢人能够一步到位，简直天方夜谭。来来回回2、3次后，辛巴终于来到了宝藏地点。不得不说，秃头是相当的大方，整个山洞里都充满了金银珠宝，并且其堆积深度足以把辛巴掩埋。就这样过了5年，辛巴利用这笔天降横财，成为了富甲一方的豪绅，住了最豪华的别墅，坐拥着最美丽的庄园。远在庄园外的小镇上，有一间简陋的房子，那是辛巴曾经的家，只是现在男主人已然换成了老谋子。不过他的2个孩子还是依旧那样快乐。就在此时，屋外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基督山伯爵派人邀请他们参加舞会。这项娱乐活动，女士们向来十分热衷，何况他们已经有很久都没有去过舞会了。辛巴恳求老谋子能够同意参加，想去就去吧。就这样，一家人来到了舞会地点。在众人的期盼与猜测中，基督山伯爵缓缓地走下了楼梯，来到众人面前。他亲切亲吻了辛巴的手背，并且夸赞他的皮肤光滑细腻，堪称女皇。来自高贵男士的赞扬，总会使得女孩子心花怒放。不过今天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伯爵诚挚邀请老谋子坐在安全康乐椅上，成为第一个享受欢乐的人。彻底将老谋子固定在椅子上之后，基督山伯爵才向众人揭晓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是辛巴。5年的时间，他都在等待着今天这一刻。闲话少说，来验收成果吧。辛巴启动了复仇装置，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完美的装置，不仅水攻火攻齐上，物理伤害和精神羞辱也没落下。最后一个老谋子鸡蛋灌饼，从此世间再无此人。与众人的惊讶不同的是，辛巴异常的愤怒，他打了辛巴一耳光，便扑倒在了已经死去的老谋子身边。与他一样，还有他们的2个孩子。辛巴很不能理解妻子孩子的作为，但是辛妈却告诉他，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和老谋子已经在一起5年了，还生下了3胞胎，是他被复仇迷了心智，忽略了真正有意义的事。说罢，辛巴就带着2个孩子离开了。故事讲完了，不过对辛巴作用收效甚微，他很快又抄起了棍子。此时，辛小妹开口了，她也有一个故事要说给辛巴，名字叫做《书呆子复仇》。那是一个所有人都被3个混混所统治的学校，所有的学生，包括校长，都是他们娱乐的工具。但聪明的学生总会想出对抗恶势力的办法。这天，班长聚集了被欺负的同学们，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研制出了对付混混们的武器，那就是一只手套。就在其他同学还在怀疑之时，眼镜仔站出来表示自己可以戴上手套实施复仇。很快，复仇计划就正式展开了。首先，班长作为诱饵前去吸引敌人，等他们来到图书馆，就是眼镜仔出手了。在无敌手套帮助下，原本不可一世的混混们如今都受到了惩罚，最后他们都被吊起来示众。虽然邪恶势力最终得到了惩罚，但整个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对于眼镜仔的义举，辛小妹表示了高度的赞扬。被喜欢女孩子夸赞，眼镜仔自然十分高兴。然而就在这时，一颗球砸中了他，眼镜仔凌乱头发让辛小妹禁不住笑了起来。她这一笑彻底惹怒了眼镜仔，他很快找到让他丢脸的源头，那就是不小心把球打歪的班长。武器在手，
什么做不得。很快，班长和另一个打球伙伴就遭殃了。然而眼镜仔的疯狂举动才刚刚开始，他掏出了一张纸，那上面记录了所有欺负过他的人。要说里面具体包含了哪些人，简而言之就是所有人，就连第一天刚来学校新生都没能幸免。原因是即使现在没有，以后也说不定会欺负他。与其这样，他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到了最后，唯一的幸存者就只有辛小妹了。她当然害怕遭到报复，但她还是不愿意违心的和眼镜仔在一起。她的这番话终于让眼镜仔将手套对准了喜欢的女孩子。不过最终他还是没能对辛小妹出手。他深知自己不可能去伤害辛小妹，万分失落之余，他扔掉了手套。谁知这刚好被请了假小胖子捡到了。这下眼镜仔施展过的所有报复都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故事的结局确实令辛巴感觉很有趣。然而辛小妹想要表达的重点是，当你开始报复的时候，就跟伤害你的人一样坏了。辛巴是一点也没抓住。他所理解故事意义是永远也不要丢下你的武器，所以他又抄起了棍子。这可真是榆木脑袋，冥顽不灵。终于在一天的傍晚，前面那位兄弟停在山坡上，正欣赏落日余晖。紧接着辛巴也来到了这里，终于让他逮到机会了。就在他抄起棍子准备来个偷袭，小新开口叫住了他，表示自己还有个故事没讲呢。辛巴马上就反驳，你那么笨才不会讲故事呢。不过当他看到辛巴那犀利的眼神时，就立刻改口了。也罢，那就听听吧，复仇大业不急于一时。第三个故事，小新侠开战时刻。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的人们有很多的娱乐活动来丰富他们的夜生活。小新家庭便是享受灯红酒绿中的一员。一家人像往常一样看过了歌剧，准备回家。然而在经过一条黑暗的小巷子时，意外发生了。一个劫匪持枪抢劫，原本也许只想抢点钱财，可惜辛巴嘴欠，直接导致劫匪干掉他和辛妈。对于唯一没有中枪小新，辛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为他报仇。昏暗的路灯下，小新看清了那个杀害父母的凶手，他的脸上纹着一条青色小蛇。面对着父母的坟墓，小新无助极了，他也想为他们报仇，可是他一个孩子又能做什么呢？就在这时，老辛普森出现了，表示自己能够帮助他。他告诉孙子，当年他可是打击罪犯的一把好手。虽然报纸上记载的都是他被海扁的故事，不过这并不影响老辛普森给小新特训。经过了一系列的魔鬼训练之后，小新终于练就了一身精壮的肌肉，是时候开始他的复仇计划了。很快，一个戴着面具小新侠就出现在了街头巷尾，哪里有犯罪，哪里就有小新。虽然后来的方向有点走偏了，比如奇装异服也成为了他打击的对象。这样大范围的打击犯罪，很快就引来了蛇男。他对小新撂下狠话，表示自己的手下他是杀不尽的，并且他将会去偷窃更多的奇珍异宝。蛇男的 flag 还没有立下多久，这座城市就举办了一场空前的博物馆展览，在这里将会展现出很多来自东方珍宝。警察们正严密监视来往的客人，以防蛇男混入其中。就在这时，一段诡异的笛音在大厅内响了起来，所有人都控制不住地扭动起身体。眼见所有人都被催眠了，蛇男才悠哉悠哉走了进来。堂而皇之将这里最值钱的宝贝收入囊中，不过很明显，他忽略了一个重要角色。小新侠从天而降，用回旋镖打落蛇男手下笛子，催眠中人瞬间清醒了过来。警察控制住了蛇男，小新亲手揭开他的头套，原来这个人正是他寻找已久仇人。一拳下去，蛇男连退了好几步，最终被蛇雕像尖利牙齿刺穿了胸膛，大仇终于得报。记者辛小妹询问小新这一切是否值得，你还别说，这真的还挺爽的。继承了亿万家产，还没有父母约束，小新终于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并且现在他已经陷入锻炼无法自拔了。所以说，小新故事竟然是劝辛巴复仇的，但是辛巴早已没有了这个心。超他车那兄弟已经是他的朋友了，他们正讨论着一个很有深意的话题：为什么人类总是执迷于伤害彼此？辛巴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是夜很漫长，他们可以慢慢思考。本集讲述有关复仇的故事，致敬了不少经典之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第一个故事和第三个故事，分别致敬了文学经典《基督山伯爵》以及 DC 漫画出版的超级英雄蝙蝠侠。在古今中外历史长河中，曾经有无数的文学作品讲述过复仇的故事，他们最终或成功或失败，都难逃令人唏嘘的结局。放不下仇恨的人，大都逃不开一个原因：凭什么要放过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冤冤相报何时了？执意互相伤害，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也将为恶龙。今天是辛巴的生日，全家人给他唱了生日歌后，就到了许愿环节。辛巴说他不需要什么愿望，因为已经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不过这人虽然嘴上说的漂亮，内心却很诚实。我希望能有吃不完的汉堡包。然而当他深吸一口气，吹蜡烛时，一口长长的气下去，竟然一根都没有熄灭。辛巴又卯足了劲儿吹了一口，结果和第一次一样，他们依旧窜动着火苗。辛巴觉得这些都是吹不灭的假蜡烛。然而小新的话粉碎了他的幻想，
事实上，这个蜡烛一吹就灭，这可把辛巴给刺激到了，撸起袖子就跟这个蜡烛杠上了。但事与愿违，火苗的跳动就像是在嘲笑他的徒劳。辛巴安慰丈夫，没事的，你可能就是有些累了，虽然今天一整天你什么都没做。辛小妹还是觉得这是因为爸爸过于肥胖导致的。听了家人们的话，辛巴还是不相信，决定就集中一点，只吹其中的一根。然后辛巴都快断气了，都没吹灭。3小时后，其他人都睡了，辛巴还在坚持不懈地吹蜡烛。终于，他连一口气也呼不出来了，一头栽在了蛋糕上。生日蜡烛点燃了他的寿星帽，好在天花板的烟雾报警器检测到了。不过他们今晚上注定不能睡个好觉了。看着源源不断从屋里飘出的烟，辛妈觉得这次的火灾格外严重，他们必须要找个什么东西来保护重要的财产。消防员建议可以买一个防火保险箱，辛爸却有些不愿意，觉得只要注意小心明火就够了。可是这个月消防员都已经来了6回了，这就有点尴尬了。辛爸说，其实有一次是他误打了报警电话，但他不想承认，就把房子给点燃了。终于将实话吐露出来，辛爸感觉甚是轻松。最终他们还是买了一个防火保险箱。辛妈让大家都放一件最珍贵的东西，对于他来说，最珍贵的就是家庭相册。辛爸看到照片后也不禁感叹，我们的孩子以前多可爱啊！兄妹俩对爸爸怒目而视，我们现在就不可爱了吗？当然啦，自己没点数嘛。辛小妹有很多重要的事物，为了归类，她还绘制了一张图表。不过最重要的还是 MS 娃娃的敞篷车。辛爸选择的是他和辛妈第一次约会时喷的古龙香水，最后是小新，他的是阿可表演娃娃，他背后有一个开关，打开之后他就能边走边进行演讲。然而小新忘了将开关关闭，就放了进去。关上柜门后，辛妈松了一口气，现在要是发生火灾，他们就只需要保命就行了。此时柜子里的娃娃还在进行演讲，走着走着，他一头扎进了敞篷车里，还打开了探照灯，灯光正好照在了香水上，把它给煮沸了。小新见一阵阵黑烟从里面冒出来，就问发生了什么。辛爸分析了一下，新与柜子中的情况分毫不差。辛小妹觉得爸爸说的太扯了，但紧接着保险柜爆炸了，从敞篷车内掉出的阿珂娃娃也验证了辛爸的想法。辛妈忙冲过去查看自己的相册，谁知刚捧在手上就化成了灰烬，辛妈直接崩溃了。这是她最珍贵的东西，里面有她一生的成就，现在毁了，怎么不让人伤心难过？辛小妹安慰妈妈，这确实令人伤心，但既然已经失去了，就要向前看嘛，生活总要继续，总不能再把照片重拍一次吧。没想到这句话被辛妈给听了进去，这下大事不妙了。小新生气地对妹妹说，话音刚落，她就被辛妈套上了婴儿帽，反抗无效，辛妈已经抓拍到了儿子的抓狂瞬间。之后一家人又还原了诸多精彩画面。这天兄妹俩在阶梯上看书，辛爸在庭院里除草，辛妈带着洗好的照片回来了，然而她一不小心被玩偶绊倒了，照片散落一地，被辛爸的除草机搅得粉碎。不过不用担心，辛妈还洗了一份。全家人看着那些照片，感觉好像遗忘在角落里的记忆都被找了回来，上面甚至还有辛爸在太空飞船上的照片，这都仰赖于航天局同意再把他送上天。这时小新发现了一张不寻常的照片，在辛爸辛妈重拍结婚纪念日的晚餐照里，啤酒男正在和女孩子约会，但是他应该是那种保持长久激情的人才对呀。辛妈觉得这应该是个名人绯闻吧，可以将它卖给花边小报，他们肯为这个照片花大价钱。辛爸觉得这种事不像是妻子能做出来的，这确实不像，但在火灾的损失面前，他得靠这个来贴补家用。辛爸将照片递给了杂志负责人，他看起来很满意，给了辛爸200美元，表示要是能多弄来几张这种照片，还能让他变成一个不愁钱花的人。世上竟有这等好事，辛爸当即就答应了下来。阿可电影的首映现场，2个小朋友迫不及待地等在红毯上，想要第一个看到自己的偶像。不料阿可开车门的时候没注意，直接把自己的小粉丝撞在了地上，还说他的脑袋将自己的车门撞了个坑。阿可还将小男孩提溜了起来辱骂，当红明星欺负粉丝，这样劲爆的画面想想都刺激。可这货很明显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合格的狗仔，拍之前还要跟当事人说一声，然后什么也没拍到。原本想着拍另一个明星吧，结果反被羞辱了。一次不成，辛爸又重振旗鼓，准备第2次。这次他还带着小新，可谓是上阵父子兵。他们来到了明星们常去的超市，很快小新就发现了第一个目标，富有牛仔和他的女儿。辛爸让儿子捣乱，自己拍下他们出格的行为。小新那是捣蛋鬼中的佼佼者，一句话就激怒了牛仔的女儿，他拿着酒瓶就要去打小新，这正合辛爸的意，他连连抓拍了好几张。之后父子俩又来到了干洗店，从里面出来的所有明星都被拍了下来。然后是当地的一家酒店，他们俩运气不错，遇到了瑞克绿塔图姆，这是一个拳击手。小新忙让爸爸去讨他的打，不就是找打吗？这是辛爸擅长的领域，也是1-2句话就将对方激怒了。最后这暴躁老哥打掉了辛爸的所有相机，然后一拳将他撂翻在地。由于拍下的照片很多，辛爸在家里建了一个自己的暗室，其实也就是辛小妹的卧室。可怜的小女孩大半夜被折磨得睡不着觉，最后帮爸爸倒药水的时候还被气味熏晕了。虽说付出了很多的
的艰辛，但还是值得的。因为辛巴照的那些照片都上了花边新闻，能挣点外快当然是件好事。但辛妈还是觉得丈夫不应该拿别人的隐私取乐。辛巴对妻子的话不以为意，每个人都说讨厌这本杂志，可实际上呢，他们又情不自禁想要去看。辛妈被这话给激怒了，将杂志放回了柜台。可惜口嫌体正，最终还是没能抵抗住诱惑。为了拍到更劲爆的新闻，辛巴不惜乘坐直升机去孤岛。辛小妹指着地图上的标记告诉爸爸，就是这里了，已经抵达目的地附近了。辛巴纵身一跃，就是绳子的另一端没系上，险些出了意外。好在辛小妹还是没让他老爸就此丧命。辛巴此行的目的是拍下一个婚礼现场，两位新人是明星和市长的女儿。牧师还没有念完誓词，辛巴就从瀑布外冲了进来。趁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按下了好几个快门。这也就罢了，因为钟摆效应的关系，他又进来溜达了一圈，这惹恼了正在结婚的明星。他掏出刀子，打算给辛巴点颜色看看。他的新婚妻子却很反感他的行为，还说他才答应过自己不会再去报复别人。但他的话也阻止不了明星想复仇的心。明星将春田镇的名人都组织在了一起，他们都是辛巴偷拍事件中的受害者。明星说他已经想好了对策，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话音刚落，就有一个浑身挂着相机的人走了进来，他是一个摄影迷。他说自己可以去拍几张辛巴的不雅照，一天到晚去烦他，然后正义就得到了伸张，自己就成为了他们的英雄。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报复行动正式开始。一天，辛巴和小小新坐在车上，由于副驾驶要放辛巴的宝贝杂志，于是小小新就被挂在了镜子上。这原本也没什么，小小新还挺开心。可是那个摄影迷出现了，对着父女俩就是咔咔一顿，这下把小小新弄得委屈巴巴了。辛巴反应过来，这人是想把他塑造成坏爸爸，这口气他怎会咽得下？让小小新找着方向盘后，他立刻冲出车窗要夺下相机。很好，这张也被抓拍了。某天，辛巴在洗澡也被拍了下来。你一点隐私都不给我留吗？事实上，在大街上洗澡也没有留的余地了吧？关于辛巴的杂志被印了出来，整本都是他的那些不雅行为。辛巴找到杂志负责人，你怎么可以出版这个？那还能因为什么？当然是钱啊！辛巴吃瘪了，回到家中，家里人也全都抱着那本杂志观看。辛巴安慰他，或许该试着停止偷拍的事业了，毕竟遭报应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辛巴觉得妻子说的对，于是就扔掉了相机。晚上，那些春田镇红人在娱乐场所 happy， 明星很是高兴。辛巴消失后，他们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与对面霓虹闪烁相对的是头顶阴云密布的老谋子酒馆。辛巴隔着条街都能听到那些人玩的有多疯狂，而自己只能在这里发愁，连个凳子都没有。莱尼和卡尔觉得辛巴不应该这么快放弃狗仔事业，因为美国的传统就是降低人们的威望。他们还说了很多自己曾看到的那些名人们做过的坏事。哥们儿的话让辛巴重新振作了起来，他想重操旧业，又想起自己的相机扔掉了。老谋子拿出了自己的，很慷慨的借给了他，这原是他用来偷拍女顾客上厕所的。但现在都这个点儿了，根本没有女的会来。谁知辛巴拿着相机刚走，就进来了2个女孩，还说要在厕所里换一下贴身衣物。老谋子瞬间感觉自己错过了1个亿，气得酒瓶子都掰断了。此时娱乐场所里人们还在肆无忌惮的玩乐，辛巴突然推门而进，直接杀了个措手不及。他冲进去360度无死角的照顾到了每个名人，这下玩完了。明星问辛巴打算怎么处理这些照片，辛巴说他什么也不会做，他只想让他们知道应该对那些将他们捧上去的人多些尊重，签一2个名，支持一下慈善事业。一听他的要求这么简单，明星连忙应了下来。为了表示诚意，他还邀请辛巴及其家人去参加烧烤聚会。聚会的气氛很好，明星不禁感叹和人们真诚相对可真好啊。这时辛妈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帮自己看看剧本。明星摆手拒绝了，表示不能读他主动提供的手稿。之后不久，妈妈夫人上映了，导演正是那个明星。看着那张宣传海报，辛妈自我安慰道，至少他还是做成电影了。本集可以说是全员恶人了，为了赚钱选择揭露别人隐私的辛巴，仗着有钱肆无忌惮的春田名人们。其实他们之间的相互斗争，便宜的也只有背后的那位杂志负责人罢了。有时候我们常常陷入一种困境而不自知，比如因为一些小事就失去了一段关系，又比如为了短期的利益而失去了更多。辛巴就是陷入了这种困境，虽然没有一个好人，但他是最先挑起战争的。他的偷拍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住了名人们的放纵，但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对他自己。或许有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试着跳出眼前的视野，用更加长远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样的话有些不必要的争端就可以避免了吧。
这天，春田小镇展开了家长教师集体会议，大概内容就是，虽然家长给了钱，但学校还是很穷，所以将要从各方面节省原本给学生的开支，希望家长们表个态，愿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就在他们都在积极填写邮箱时，新妈却在台下惴惴不安，因为她没有邮箱。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不上网冲浪的人。辛爸告诉妻子，网络能开阔他的视野，不管是什么秘闻都能够在上面找到，看来不能一心只做家务事，两眼不关网络潮了。辛妈决定要抓住潮流的尾巴，做一名合格的冲浪选手。辛小妹马上就开始教辛妈一些简单的查询功能，比如如何了解实时天气。现在是晴天，辛妈看着洒进屋内的阳光，果然更新得很快。就这样，辛妈正式开始了网上冲浪之旅。在网上，她能够了解全国各地的物价，甚至能够俯瞰自己的家，所以足不出户就能看到裸奔的辛爸。不过辛爸倒是对于公开搞颜色毫不羞涩，为了不穿衣服，直接躲进了弗兰德家。吃饭的时候，辛妈向家人们展示自己的冲浪成果，也就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比较有用的可能就是列了一个万圣节不能够索要糖果的家庭名单。不过辛小妹还是对于妈妈的成果大加赞赏，甚至将她比作哥伦布，探知新大陆。虽然网络世界迷人眼，但辛妈最想要的还是来自好友的邮件。不过都好几个小时了，除了广告数量不断增加，正经的邮件依然是一份都没有。无聊之下，辛妈开始看起了广告，其中有一则引起了她的注意：大地王国。原来这是一款多人角色扮演游戏。同意了游戏条款之后，就开始创建角色。在掠过了几个张牙舞爪的怪物之后，辛妈终于找到自己心仪的角色。接下来就是调整人物贴合自身的外形特征。这样就正常多了。那就进入游戏吧。简单的新手教程之后，辛妈逐渐上手，对于魔法的使用也是手到擒来。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小新的呼唤，看身后的两个孩子，很疑惑，他们怎么这么晚都不睡觉。事实上，现在已经早上7点钟了，他们刚起床。辛妈都震惊了，自己居然玩了一夜的电脑。小新告诉妈妈，今天已经是周6了，这就意味着他玩了1天1夜的电脑，太夸张了。夏辛妈急忙出去添置生活必需品，顺带一说，这是小新跟辛妈开的玩笑。回到家中之后，辛妈只觉得自己异常疲惫，急需要休息。但是当她的眼神瞟到游戏界面时，又压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了。此时她已经来到了繁华的街道，随意拿起一件商品就开始把玩。谁知道店主竟然是老熟人阿普。还不止如此，春田镇里有好多居民都在这里玩游戏，比如警察、小爱、校长，甚至连老谋子都在这里。突然，街道尽头传来了一阵马鸣，人们开始四散奔逃，紧闭门窗。没过多久，一个骑着马的人影就出现在辛妈的面前，他还来不及细想，就被阿普拉进了商铺。辛妈询问这个人到底是何来历，阿普告诉他，他是阴影骑士，他走到哪，死亡就跟到哪。老谋子也插话道，阴影骑士是最邪恶、最有破坏欲的玩家，他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百姓的传闻已经挂人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还有现场直播，落单的火鸡校长直接被烧烤。对于此等人间惨剧，阿普只想表示真香。辛妈实在看不下去眼前闹剧了，还是回到现实世界去做一些正经事吧。谁知道当辛妈经过小新卧室时，却意外得知自己的儿子竟然就是阴影骑士。虽然他很邪恶，但也很厉害，很成功，不是吗？这么一想，心情竟然还有点愉悦。游戏中的小新正在享受欢愉时刻，喝着由眼镜妹递过来的果汁，日子爽歪歪。要说为什么眼镜仔转了性别，这当然还是要拜小新所赐。就在此时，辛妈来到了小新的住所，很高兴告诉儿子自己正在和他一起玩游戏。小新十分不满意辛妈此举，直接从卧室跑下来和辛妈现实对线，质问他若是自己突然和他上街购物，他会怎么想。辛妈表示还有这等好事，那可能做梦都会笑醒。于是异常绝望的小新只好愤慨离去。在游戏里，小新也没有忘记恶搞老谋子，他滑稽的举动逗乐了一众小新身边的漂亮女郎。就在气氛一片大好之时，辛妈突然闯了进来，小新，你是在喝酒吗？这让小新尴尬极了，觉得妈妈让自己在奴才面前丢脸了。不过辛妈却觉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不是小新真正的奴才。小新只觉得辛妈简直不可理喻，当即就说自己要去做任务了。辛妈马上表示她也要跟着一起去。很明显，小新并不想妈妈跟着，所以先行一步走了。于是辛妈独自探索前进的方向，眼见自己的身边竟然出现了秃头大蟑螂，直接把他吓得滚落了山坡，正好落在3个混混的地盘。只见他们手持长剑就要朝着昏迷的辛妈砍去。突然，一个
巨大阴影笼罩了他们。紧接着3颗人头就挨个落地，救他的人正是小新。母子俩手拉着手去做任务了。有小新这个高手中的高手，任务进展得很顺利。母子俩准备中途休息一下，当小新打开他居所大门时，立刻被眼前景象惊呆了。他所挂在房间里那些剑、那些头颅，全部都被辛巴换成了 Hello Kitty，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小新操起武器就开始大肆破坏，不料这疯狂的行为直接导致辛妈的死亡。虽然只是在游戏里被儿子误杀，不过这并不影响辛妈在现实中教育小新：你怎么能谋杀你亲娘呢？不过小新也不打算认错，他觉得在辛妈来之前，他一直玩得好好的，是辛妈非要来搅和一下才出事的。这母子俩正不对付之时，辛巴和辛小妹也回到了家中，他们俩看样子也正在闹别扭。辛小妹对着爸爸大吼了2句之后，掩面哭泣着跑上了楼。要说父女俩这段时间经历也是十分的有趣。一天，辛巴经过了辛小妹的房间，看到女儿正往小腿里塞东西，辛巴感觉很惊奇，他只听说过垫胸的，居然还有垫小腿的。辛小妹直呼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她这是为了踢球采取的保护措施。说着就向辛巴炫了一下自己的球技。他迷上这样运动，还是因为观看了一部电影，女主人公勇敢地向父亲表示要坚持自己的爱好。辛巴听了女儿的话，也对足球产生了兴趣，就问辛小妹要不要自己陪他去。事实上，他早就答应了回去。几个年前，小女孩正在球场上驰骋，突然接到了小丑的通知，他们没有裁判，所以比赛取消了。辛小妹询问裁判去哪里了呀？辞职了。小丑告诉他，因为这是一个很不讨好的工作，父母会很讨厌你，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能够得到孩子们的零食。零食？什么零食？辛巴马上就表示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就在女孩们的欢呼声中，裁判辛巴正式上任。这份工作对于辛巴来说很不轻松，到后来他根本追不上这些孩子们，甚至路障也都被他拿来盛他的呕吐物。比赛终于结束了，辛巴感觉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他不小心吞掉了口哨，然而这只是他自我感觉良好罢了。辛小妹冲着辛巴怒吼道：连比赛规则都不懂，一点都不尊重他的新爱好。虽然很失望，但是也并不意外。说罢，他就背着比赛用具离开了。第2次比赛时间到了，辛巴毫无疑问又是裁判，不过这一次他已经好太多了。辛巴向女儿表示，为了他自己恶补了好几个小时的足球。然而没过多久，纷争就出现了。牧师的女儿抢到了球，且一路披荆斩棘，很快就来到了辛小妹的身边。可惜锐不可挡，连辛小妹也没能守住，而且还绊倒了。一见着女儿摔跤，辛巴马上就吹响了口哨，直接判牧师的女儿犯规。但牧师的老婆也不是吃素的，自从女儿抢到球，他就一直死盯着。他清楚地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所以直接逼着辛小妹承认是自己摔倒的。正当辛小妹犹豫不决地看向辛巴之时，辛巴发话了，他说了，就是牧师女儿犯规了。这样明显偏袒，显然惹怒了牧师的妻子。他生气地说，连耶稣也救不了辛巴。这辛巴可忍不了了，直接判他们夫妻出局。站在爸爸身后的辛小妹听到这一切，露出了一个满意又阴险的笑容。接下来辛小妹就越来越过分了，无论是谁抢了她的球，她都假装绊倒。辛巴也没有辜负女儿的演技，直接判那些人犯规。孩子的家长都坐在观众席上呢，辛小妹假摔了一整天了，他们看的是清清楚楚，直接就下场来与辛巴对峙。就在双方都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罗纳尔多出现在了球场之中。这可是一个足球高手呀，他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打击假摔着，而辛小妹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下另一方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辛巴向女儿举起了黄牌警告，可辛小妹并不接受这个裁决，直接撕掉了辛巴给她的黄牌。这一次辛巴也没有再纵容女儿的任性，直接又拿出了红牌勒令她离场。时间来到他们回到家中，辛巴向女儿表示自己只是按照比赛规则办事，辛小妹却怒吼道，是啊，可是你却毁了我的生活。说完就哭泣着跑上了楼。这时候辛妈也表示自己要上床睡觉了，还向小新赌气道，谁在意现在几点，反正我已经死了。家中2个男子汉都被2位女士折磨得够呛，不过还好他们拥有彼此，当即就表示女人什么的太复杂，还是去老谋子酒吧喝一杯吧。坐在酒吧2个人还是闷闷不乐，这引来了老谋子的注意。在了解基本情况之后，他分别给这对父子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辛巴对辛小妹晓之以理，而小新对辛妈动之以情。对于眼前这个睿智的人，父子俩都怀疑他是假的老谋子了。当然了，
真的已经被关起来了。很快，父子俩就开始行动了。辛巴递给了女儿一张 DVD， 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让辛小妹产生了兴趣。这是一个纪录片，关于一场因假摔而引发的足球比赛的暴动。本来只是一个球员犯规，却引起了整个球场的暴动。到了最后，没有人再关注足球比赛，所有人都扭作一团。就这样过了22年，暴动还在继续。终于到了去年的时候，暴动升级，比赛场地圣母玛利亚复活了，亲手教训那群野蛮之徒。观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辛小妹找到正在刷白裁判服的辛巴，辛巴还以为女儿原谅自己了，但其实没有，因为辛小妹知道她没有资格说原谅。辛巴没有做错任何事，是她自己做错了。现在她依然会爱足球，但只是为了好玩，再也不会那样疯狂了。她还邀请辛巴和自己一起玩。小新也来到了游戏中辛巴的尸体旁，用自己的能力复活了他。虽然出了一点小意外，最终辛巴还是恢复了原样，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小新2/3的生命值。辛巴很高兴，也很骄傲。不过这样良好的母子氛围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曾经被阴影骑士欺负过的人很快就找上了门。趁他现在是最虚弱的时候，当然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很快他就被前来的人们分尸了，他们拉扯他残破的身体，围在他的尸体旁唱歌跳舞。小新显然无法面对眼前惨状，虽然辛巴过来告诉他自己会替他报仇的，他也不想再管这些是是非非了，还是出门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吧。就这样，辛巴带孩子们在院落里踢起了足球，小新就是他们的裁判。辛小妹邀请辛巴加入他们，辛巴拒绝了，因为他已经继承了阴影骑士的名号，正享受着把敌人的头当球踢的快感呢。互联网的出现本是为了共享信息，拉近人们的距离，但不知何时起，它在成就我们的同时，也吸引了无数人走向深渊。豪放如辛巴，裸奔时尚，且需要躲避他们的视线。但在网络世界，人们渐渐丢掉心里的包袱，可以毫无心理障碍的尽情裸奔。我们很难知道身边知根知底的某个人在网络上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无数个肆意彰显性格的灵魂碰撞在一起，于是混乱发生了。网络暴力与污言秽语，从游戏中的争斗到现实兑现，我们很难再分清虚拟和现实。就算有着准确的规则与尺度，也会有人不断尝试越过雷区。就像是一场娱乐性质球赛，就连裁判都是个门外汉，但只要一涉及到输赢，胜负欲就像是人的本能，牵引着思想偏离正轨，再辅以他人的一点点纵容，就会失去理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就算受到指责与制裁，也只顾着在意一时的意气之争，而不知悔改。游戏、比赛、学习，甚至人生，竞争总是无处不在。而规则也许并不只是限制自由的枷锁，而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抵达终点的保障。守住规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现实和网络都是如此。如果过于计较胜负，那么无论输赢，内心都会不得避免地感到折磨与煎熬。何不回归本心，稳住步调？当全世界都在忙忙碌碌，不要忘记自己想去的地方。今天是春田镇棒球小联赛的日子，因为小新也是参赛队员，全家人早早就坐在了观众席观看。除了辛巴，他回来的时候比赛都快结束了。此时小胖子投的球被接住了，再来一个好球，春田队就能去争夺冠军了。可能是知道局势紧张，对方击球手打中了下一颗球，不过因为小新反应迅猛，春田镇最终获胜了。看着自己儿子出息了，当爹妈的自然高兴，兴奋的在观众席上大喊大叫。市长也因孩子们的优异表现而激动，乡亲们，我们终于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了，我们的荣耀全归功于我们的这些好孩子们。多年的萎靡不振终于能扬眉吐气，人们如今对这群孩子是无比的包容，哪怕小新拿光屁股对着他们，球员们拿着鸡蛋砸他们，都毫无怨言。秃头还因为没被砸中，让秘书把自己举起来。作为明星球员的家长，辛妈那是万分骄傲。买衣服的时候拉着导购聊了小新好几遍，人家明显都不想听了，他都还兴趣盎然的喋喋不休。旁边的辛爸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就想坐在丈夫专用席上休息一下，没想到像他这种陪妻子逛街的人还不在少数，商场的椅子居然都有人坐了。万分无奈之下，辛爸来到了床上用品区，想着在床上坐一会儿应该不打紧，谁知这床太舒服了，他坐着就想躺，躺着就想睡，最后干脆脱了鞋子裤子盖上被子睡着了。老板见这家伙在自家店里呼呼大睡，正想斥责，不料辛爸站起身就对着床垫好一通夸赞，有这么好的床垫谁不想睡睡看啊，还说床垫的设计非常人性，巴拉巴拉。引得一旁的
牛仔都忍不住说这是他有史以来听到过最棒的广告词，并当即掏钱买下了5个床垫。辛巴一脸迷茫，表示不是这里的员工。看这家伙如此会推销，老板立刻宣布他从此刻就是了，而且马上给他贴上了合格证。棒球决赛那天，几乎全镇的人都来了。随着时间不断流逝，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此时对手已经满垒，但春田队只需让他们再出局1人就可以赢得冠军，还有美味的披萨。这时小胖子投出了那关键性的一球，击球手打出了一记软球，他直直的飞向了小新所在的位置。只要接下这颗球，春田队就能赢得冠军。在场的所有观众，包括他自己，都觉得这颗球志在必得。但出乎意料的是，棒球在手上弹了一下，然后落在了地上。人们的心情在那一瞬间急转直下。小新本想冲上前捡起这颗球，却没想到这球像是故意与他作对。不管小新如何努力，他的手始终抓不住他。由于他的滑稽举动，春田队输掉了锦标赛。面对着失败的小男孩，观众席上是一片嘘声。愤怒的人们开始疯狂朝他扔东西。辛巴本想站起来保护儿子，不想连自己也被针对了。如果当时你采取了避孕措施，我们现在就在安乐街上撒玫瑰庆祝胜利了。这下辛巴也不分辨了，他将矛头指向小新。好不容易这可怜的小家伙逃出了赛场，结果又中了警长的圈套，给送了回去。面对着雨点般的恶意，小新无助极了。出了这种事情，家里人只得尽量避免刺激小新，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对小男孩展露笑颜。偏偏辛巴是个不善隐藏的，为了不让他胡说，辛巴只好将他赶去工作。这倒提醒了辛巴，他想起自己现在是床垫推销员了，要说这份工作也算是专业对口了。就辛巴那对睡觉的理解，对于舒服的理解，想起床垫来那简直是滔滔不绝。听了他的宣传后，阿普马上就躺上去试了试，哇，那感觉就像是漂浮在充满死尸的河上。这时牧师突然叫住了辛巴，说他有个朋友的夫妻生活有点问题。辛巴一眼就看出这对夫妻在无中生有，于是一边安抚，一边带他们来到了专为夫妇设计的床面前。牧师试了试手感，当即就爽快的掏卡买下了。自从小新输掉比赛后，人们对他的嘲笑就没停过，甚至电台还推出了巴特辛普森太烂节目，还有由3个小混混倾情演唱的巴特太臭了。金小妹不愿看他这样一蹶不振，就把小新带去见了一个能抚慰他的人。这人是乔，曾在1943年世界联赛的时候，在面对一记飞向自己的球时，出了和小新一样的状况。乔自嘲道，当时的人们还叫他杂耍乔，并且当他最终捡起球时，还扔向了看台。他们因此输掉了整个联赛。但后来他又重振旗鼓，做起了自己的汽车销售生意。所以说，失败并不会是永恒的。等到乔知道眼前这男孩就是输掉比赛的小新后，马上就换了副面孔。你就是那个简单飞过来的球都接不到的小孩，还说他恶心，和他说话都是这辈子的错误云云。周围人听到这话，也纷纷围过来指责小新。这次是真的把这小男孩的心伤透了。这天，牧师夫妇带着床垫找到了辛巴，说是他推销的产品对夫妻生活没帮助，他们是过来找辛巴退货的。见两人来势汹汹，辛巴没办法，就得上楼写支票。不料在这过程中，夫妻俩竟在他的床上来了感觉，他们觉得辛巴的床能满足他们的幸福生活，于是就问他愿不愿意交换床垫。辛巴自然是没意见，不过要他们负责搬运。牧师还在思考，不料自己老婆已经把床垫拖走了，那效率之高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交换完毕后就直接打算开车离开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还落了个人，又回来把牧师绑车上带走了。好家伙，这一通操作把辛巴都看呆了。晚上辛巴躺在床上，不知怎么回事，来回试了好几个姿势都不满意。辛巴觉得对丈夫没有之前那种感觉了，辛巴也觉得少了些什么，然后就想到了床垫。得知床垫被换了，辛巴有些担心，里面还有私房钱呢。不过这倒不是问题，因为早被辛巴用掉了。但不管怎么说，换了床垫还是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再说牧师夫妻，自打用了他们的床垫，两人那简直是如胶似漆，形影不离，连周日的布道都成为了两人高调秀恩爱，让夫妻生活不顺的辛巴恨得牙痒痒。再说辛小妹，某天她起床后像往常一样到楼下取报纸，突然一滴墨水滴在了她的鼻尖，仰头一看，房子上赫然写着我恨巴特辛普森。不只是他们家，每栋房子上都如是写着，并且这是用油性墨水弄上去的，直接用水根本擦不掉。母女俩看到镇上到处是这句话都吓懵了，谁会对巴特做这种事啊？应该是个比任何人都要恨巴特的人。这时辛小妹发现那人正挂在建筑上喷这句话，辛妈戴上眼镜一看，这人不就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吗？此时在建筑底下已经围拢了不少群众，小新现在已经有些魔怔了，他对人们说，看到了吧，我也恨我，现在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了吧？眼见舆论已经快把这小男孩逼疯了，大家只好勉强同意不会再责怪小新。小新没有理会，只说了句我讨厌巴特辛普森，就松开了绳子。乔从人群冲出，本想接住这小男孩，可惜他又失败了。好在小新的身体状况并无大碍，只是他现在急需一个安静的环境休养。没想到洗衣声刚叮嘱完毕，窗外
外就传来了群众的呼声：巴特烂透了，巴特烂透了！辛巴再也不能忍受人们总拿这个说事儿了。你们都应该觉得惭愧，就因为比赛里一个愚蠢的小失误，就对一个小孩子下结论。你们这些人又做过什么呢？辛妈的话骂醒了这群怒不可遏的人们，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确对一个小男孩太过苛责，但老谋子又想着也没什么补救的办法，难不成还能重新再比赛一次？丁小妹听到这话，突然灵光一闪，说不定真的可以。接下来，辛妈向对方教练提出希望重赛，当然这个结果不作数，只是为小新做的秀。作为交换，辛妈可以在他妈来看她的时候假装未婚妻，然后辛小妹找到了解说员，希望她重新直播，只需要小小的威胁，她就妥协了。接着说辛爸辛妈没了原先的床垫，日子实在难熬，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夫妻俩潜入了牧师的家。此时家里没人，他们如愿以偿见到了老朋友。没想到刚准备搬走，他们的手不小心碰到了一起，就在这一瞬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偏巧这时候牧师夫妻俩也回来了，刚停了车，两人就急匆匆往卧室奔去，不料床上已经有人了。这两对夫妻谁也不愿意放弃这张床垫，都认为自己的婚姻需要他来维持，于是只好将其切割开，一家一半了。好好的正方形被切成了三角形，这看起来分外滑稽，就像是一个奶酪三明治。如此形状让辛爸浮想联翩，当然都离不开吃。突然他赶忙让妻子把车停在那个广告牌的后面，然后夫妻俩躺在床垫上就开始亲吻起来。这么说来，这个床垫果然很神奇。说回棒球比赛，通过母女俩的不懈努力，终于让所有人都配合重新开了一场冠军决赛，比分又再次来到了5-2，只要小新接下球就能胜利。赛前热身的时候，小新还处于震惊的状态，因为他所知道的是由于计分牌出了问题，所以要求重赛。陪他训练的眼镜仔差点就说漏了嘴，不过还好稳住了。比赛开始，时间再次来到该小新接球的时刻，结果他又失误了，这次连球都没碰到，人们面面相觑。辛妈只得站起身让儿子再来一次，说那个击球手是无意击中的，不是有意的。裁判也是颇为无奈，那就这样吧。那这第二次还是没中，老谋子又给小新找理由重来，但接着第3次、第4次乃至第 N 次，小新都没接到。比赛从白天进行到了晚上，观众席上的人也越来越少，到最后投球手和击球手都没力气了，小新才终于接住了。观众们很给面子，还勉强给他鼓了掌。60年后，小新和眼镜仔都老了，他们一起坐在养老院外，小新喋喋不休地讲着10岁那年棒球比赛的惊人一击。眼镜仔实在受不了他了，就将实情说了出来，那是假的，蠢货，我们陪你玩只是想让你好受一点。听到这话，小新才明白，原来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禁不住捧着脸掩面而泣。眼镜仔颇为无奈，只得说自己刚才说的话才是假的。没想到这货马上又生龙活虎了，我就知道我决定了胜负。小新的这副样子让辛爸看了都沉默。天哪，我们的儿子真的是个呆子。不过紧接着他就将这事抛在了一边了，因为他想邀请鬼跟老婆再体验一把夫妻生活。一次比赛场上的失误让小新受万人唾弃，成了全民公敌。仅从他的表现就不难看出他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人们对他寄予厚望，纵容他的一切，结果不尽人意。小新确实应该承担后果，然而过于纠结已成定局的失败，似乎太不近人情。其实无论对于小新也好，球迷们也好，既然已有事实无法改变，就应该努力向前看，不然就算多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也不过是重蹈覆辙。人总是要自己放过自己，别人才能放过你。无论成败，收拾行囊重新上路，才是对比赛对自己的尊重。作为一名母亲，辛妈对孩子们的言行举止向来十分上心。这不，一看到辣妈杂志上说，专家发现橡胶奶嘴吸多了会导致长大没出息，就吓得忙望向旁边的小新，偏着小妮子还用字母摆了个没有未来，把辛妈刺激的直接没收了她的橡胶奶嘴。宝贝，这是为你好啊，长大就意味着放弃所有能让你高兴的事情。虽说辛妈觉得自己是防患于未然，但小新可不这么想。看着奶嘴被当成垃圾带走后，她生气极了，拿起玩具枪就对着家里的东西一通扫射。但即使这样，辛妈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告诉小女儿一定会对这件事坚持到底。结果她的坚持不足1秒就被小新那可怜的小表情打败了。但现在想拿奶嘴也不能了，因为都被辛妈给扔掉了。没有奶嘴的小新就是个破坏王，走到哪里就会变成一片狼藉，而且不管是谁想要阻止他都没用。这时辛小妹也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她简直不敢相信妈妈会相信本花花大亨杂志。辛妈本就生气，现在也被女儿指责，就更加愤怒了。再加上辛爸买的奶嘴全都不讨小新的喜欢，一时间婴儿的哭喊声、大人的争吵声、辛小妹的嘲讽声全都混在了一起，共同组成了夜晚最让人绝望厌烦的噪音。突然狗子叼起橡胶骨头递给了小新，他尝试了一下这口感后竟然不哭也不闹了。虽说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小新吮吸骨头时会发出声响，偏偏辛爸就对这声音无法忍耐，难以入眠，只得歪在沙发上看电视。此时电视上刚好在播放一
段安眠药的广告。视频中的男人因为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就连数羊也不能帮助他成功入睡。这时，一只鸽子的出现为他带来了希望。它停留在男人的鼻尖，抖落出一粒药喂进了他的嘴里。不一会儿，男人就安然入睡了。辛巴瞧着药见效这么快，就马上买了一瓶。没想到一粒下肚，想象中的困意并没有来袭。正当辛巴咒骂买到假药时，头一歪睡着了。次日醒来时，辛巴觉得自己神清气爽，不料却遇到了满脸疑惑的妻子。昨晚有人把冰箱里的食物全吃了。接着，家庭其他成员也发现了异常之处，或许就是这人还把狗子的4条腿都绑上汽车玩具，而且还用我们的录像带玩多米诺骨牌。小新说罢就踢倒了面前那个录像带，随着所有的都应声倒下，辛巴的头像显露在众人面前。看样子真相显而易见，这就是辛巴搞出来的事。辛巴觉得这不可能，还表示如果是他，一定会带着专用的多米诺骨牌护膝。结果裤腿拉上，膝盖上赫然绑着2个护膝。至于原因，那大概就是辛巴那瓶安眠药了。辛小妹曾听说有人吃了那个会做出怪异的举动，更何况上面就写着会引起口干、情绪不稳和梦游症。这天，辛巴又在安眠药赐予的美梦中醒来，本以为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不想旁边坐着个披头士成员。更可怕的是，地上还躺着这人的妻子。看这情况，应该是辛巴昨晚梦游到了摇滚蜡像馆，看周围的蜡像被自己毁得一干二净。辛巴有些内疚，但他还是因为觉得压力大，不愿放弃嗑安眠药，于是就吩咐孩子们在他睡觉后把卧室的门从外面锁上。晚上，辛巴果然又梦游了，他摇摇晃晃在房间里乱撞的声音吵醒了小新。我为什么要睡觉呢？我隔壁有每个男孩都梦想的东西，一个又肥耳根又软的僵尸老爹。此时，辛巴还在吃辛妈的首饰，小新趴在窗户上把老爸给召唤了出来。他控制着辛巴开车，还顺路接上了眼镜仔。两人带着僵尸老爹打了拳击赛，又玩了草地漂流，还给他换了身女装，送进了老谋子酒吧。在看到酒吧的灯熄灭后，小新才知道自己玩脱了。不过好歹最后辛巴还是平安出来了。回家的途中，两男孩还享受了美食，头砸核桃，只剩下最后一颗了。辛巴一头栽下去，突然清醒了过来，然后立刻被眼前的情况给吓懵了，手也握不住方向盘了，车子不受控制的飞进了消防局。此时炉上的锅里正熬着东西，车子一下子就将他掀翻在地，然后在这里横冲直撞。最后辛巴飞了出去，拉响了火警铃。听到这声音，消防员们立刻穿好衣服准备救火，没想到刚顺着管道滑下，就落在了辛巴打翻的酱汁上，然后所有人都顺着酱汁撞在了墙上。更不幸的是，狗子们顺着香味也过来了。辛巴这一举动把所有的消防员都整成了重伤，没有了消防员，镇上也没有人救火了。辛巴看着那些受困于火灾的人，他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于是就想着去做义务消防员。和他持有相同想法的还有阿普、史金娜和老谋子。简单培训之后，4人就成为了正式的消防员。获得这份工作后，辛巴时时刻刻都是整装待发，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天天就等着听火警铃。终于在某天晚上，才听到了梦寐以求的声音。因为他们4人来得很及时，大火很快就扑灭了。餐厅老板十分高兴，为表示感谢，让他们可以免费在店里吃任何东西。这顿饭让他们感觉成就感爆棚，即使不给钱也值了。接下来几人就更加卖力工作起来，他们的表现赢得了镇民们的一致好评。在大明星那里，他们获得了一些质量上乘的衣服。随着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们的心境也有了变化，不再像当初一腔热血为人民，而觉得收到报酬才是理所应当。毕竟若不是他们，受困的那些人又怎会平安无事？人们报答我们，因为我们是英雄。他们帮忙救火，人们自愿提供报酬。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段时间，直到那天，他们将秃头从大火中救出来，成功灭火之后，几个家伙像往常一样等待着这位土豪给予报酬。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没想到秃头是个吝啬鬼，根本就不打算给这些救火英雄报酬。他们等待良久，只得到了一句谢谢你们，再见。说罢，秃头还狠狠嘲讽了这些平民。自从获得这份工作以来，众人就没受过这等屈辱，但他们也没办法，骂骂咧咧的就打算打道回府。没想到这时天空中飘下了一点火星，我不喜欢这片漂浮的火星，最好吹灭它。然而他并没有将它熄灭，而是将它朝秃头的别墅吹去。其余3人看他如此举动，就跟在后面走进了别墅。穿过走廊，他们发现了一扇门，上面写着无价之宝，请勿洗劫。老谋子打开门，将这火星吹了进去。哇，火势已经蔓延到这满是珍宝的房间，我们有责任去看看。进去之后，老谋子马上踩灭了火星。我认为这些贵重物品已经被烟熏坏了，他肯定不会要了。阿普听他这么说，立刻反应过来他在示意偷东西。大家还没表态，老谋子就已经往身上塞了。这天又有一栋建筑失火了，灭火之后他们没打算向老板收报酬，不过表示虽然店
户没事，但里面的货物已经蒸发了，比如高端音响、10号男鞋等等。老板虽说有些怀疑，但还是选择相信消防员不会说谎。其实所谓蒸发，只是给偷东西找的借口罢了。史金娜看他们利用工作之便行窃，有些良心不安。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此话一出，立刻被其他3人针对了。当全员皆恶，那唯一的好人就成了异类。他们威胁史金娜，如果出卖他们，就让他下地狱。史金娜迫于压力，只得妥协，表示会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之后又发生了一场火灾，此时的辛巴3人已经成了偷窃惯犯。辛巴甚至开始感谢上苍赐予了一场火灾，因为辛巴的生日快到了。旁边的史金娜听到他这话，语重心长地劝说道：“我想他最珍爱的礼物是你通过诚实努力买来的。”结果他还没说完，辛巴就打开了消防车的警报，将声音淹没了。此时辛妈正带着孩子们站在街边，突然就看到辛巴开着消防车在面前招摇驶过。小辛立刻被吸引住了，问妈妈能不能去看爸爸灭火。辛妈自然没有拒绝儿子的请求。辛妈带着孩子们赶到的时候，火焰已经熄灭，辛巴正拿着不少的东西往外走。再看老谋子和阿普都跪在地上，称辛巴为万贼之王。所有的一切都一目了然了，辛巴在借着灭火这份工作偷东西，更何况还有他自己的亲口承认，看我一次偷了5辆车。知道真相后，辛妈找到了丈夫，严厉斥责他只是个恶魔贼王。然而辛巴还想狡辩，说我们不是贼，我们只是拿别人不要的。辛妈觉得跟他说不通，就叫来了孩子们，让辛巴好好看看当他们发现父亲在偷东西时的表情。只见3个孩子全都是一副委屈巴巴的小表情。辛巴立刻感觉良心受到了谴责，只能选择逃避。可这3孩子简直如影随形，不管辛巴在哪儿，在做什么，都能看到3双委屈巴巴的小眼神盯着自己，就连车上的娃娃控制面板都是哭丧个脸。这天他们趁着救火又在房间里搜刮值钱的东西。辛巴找到了老谋子，说觉得他们应该做回正义的消防员。听到1个2个都这么说，老谋子这次没再坚持。然而当看到一旁的10斤黄金钟时，财迷的本质又暴露了，也不顾周围的情况，就强行抱起了黄金钟。本来地板就被火烧坏了，这一作死举动使得老谋子直接把自己压在了黄金钟下，好在钟滑了下去，辛巴才成功把他拉了上来。这时从门外走进了一只猫，它号称是阿普的转世，当然这只是阿普开的玩笑，他还没有那么快丧命。不过转瞬间他就被砸下的门框给压住了。辛巴看着这俩白给的队友有些无语，一边扛一个就将2人带离了火场。现在辛巴又成为了人们心中真正的英雄。一位女士抱着孩子对他说，要是他长大后能像你一样就好了，先生。后来辛巴将那些赃物都送到了贫民窟，现在那些流浪汉是人手1辆平衡车。人的贪念是个无底洞，永远也无法满足。就如刚开始凭着一腔热血拯救别人的辛巴他们，后来却演变成了用救火来满足私欲，一步一步从人性的至善走到极恶。就像是父母与孩子，因为所爱的无私，父母的为爱付出常常演变成孩子理所应当变本加厉的索取，心甘情愿到最后也变成了悔不当初。人心本就是经不起考验的，救火英雄跌落神坛的背后也有好心群众的过于纵容，明明发现事情不对劲，却依旧选择相信，使得他们偷窃的成本大大降低，且减少了心理障碍。所以正义的举措当然值得褒奖，可若是因此放任邪恶的滋生，就得不偿失了。学校成立了反逃学小组，组长是辛小妹，她喜欢小马，讨厌骗子。领头的校长史金娜是个妈宝男，其他3名成员分别是眼镜仔、马丁和迷糊虫，他们各司其职，共同维护学校的秩序。比如今天就很快锁定了逃学3人组。然而待在学校里的也并不全然是好学生，那用果酱画校长肖像的小新同样是令人头疼的存在。不过好在这货咎由自取，自己跌进了流堂室。另一边核电厂内警报连连，臭气熏天，最终发现这源自于冰箱里辛巴的乳酪。秃头将这恶臭之物封锁之后递给了辛巴，让他带着这脏东西赶快离开。辛巴自然是满心欢喜，出差了。最后登场的是在家洗衣服的辛妈，清理儿子衣物的时候才发现今天下午3点学校有蛋糕售卖会，而此时已经是2点33分了，也就是说他只有27分钟做蛋糕了。此时辛巴已经来到了快易买超市，表示要退掉这已经发霉的乳酪。一打开包装，散发的气味直接让阿普上了头，这味道就像是死鱼和流浪汉生的小孩吐了，然后又有狗吃了他吐的东西之后屁股散发的味道。刺激的阿普直说愿意倾尽店内所有的乳酪，只要辛巴将这玩意带走。外面逃学的3个混混来到了快易买超市，而他们的后面跟着反逃学小组的眼镜仔。他将情况上报后，辛小妹立刻掌握了那3人的动向，只见其中1人注意到了那崩坏的乳酪，趁着辛巴和阿普没有察觉，将其偷偷带走了。校长认为看到此处已经证据确凿，只让眼镜仔将3人捕获。然而辛小妹却发现事情有些反常，这些混混本可以偷走烟草、硬币盒，却唯独选择了乳酪。他觉得很有必要弄清这3人到底要做什么。校长觉得言之有理，就让眼镜仔暂时只尾随其后。没想到这计划被突然出现的辛巴打乱了。嘿，眼镜仔，你在监视谁呢？
那些混混吗？混混们见状，立刻销毁了眼镜仔的通讯设备，还把他扔进了垃圾箱。一旁看热闹的辛巴也没能幸免，被扔进去作伴了。他们用树枝锁住了垃圾箱，然后将其推了出去。另一边，小组联系不上眼镜仔，就得找替补。可剩下的马丁和迷糊虫连路都走不利索，金小妹就建议启用那唯一能制服混混们的特工小新。而这唯一的希望，此时正在手臂上刻字，宁死不做作业。家中辛妈正在制作蛋糕，看着往年第3名的照片，她倍感郁闷。更不幸的是，葡萄干竟然在此时告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让她怎么做拿手的葡萄干松糕？没办法了，当务之急只能先去超市。学校里，校长听取辛小妹的意见，请来了小新，但这人可不会平白无故帮组织做事儿。小新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我要求得到对我过去和将来一切恶作剧的完全豁免，而且还要校长教他一句他不知道的脏话。如此不平等的条约，校长本不欲答应。然而想到蛋糕售卖会还是拥有90%资金来源的蛋糕售卖会，他屈服了，并马上兑现诺言，告诉了小新一句脏话。小新也没有迟疑，立刻拿了校长车钥匙开始行动。此时的地下室内，混混们正在研制终极武器——我妹妹的小储物盒、6星期的瓶装屁、海参袋鼠，最后加入毒乳酪。打开最后一味药之前，他们还谨慎地戴上了防毒面具。大功告成之后，混混们得意极了，我们制造出了一切臭蛋之母，将这混合液体滴入笼子，里面的仓鼠当场倒地不起。同一时间，小新正在用屁股开车，金妈正在和海伦争抢葡萄干，而垃圾箱还在镇上奔驰。几分钟后，小新驶进了住宅区，金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垃圾箱被撞出了铁轨。光用仓鼠做实验已经满足不了混混们了，他们又将液体滴进了糊涂蛋的笼子，它也是仓鼠一样的反应。春田小学就要变成臭田小学了。这3人不会料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落进了小新的眼中，他将自己听到的一切告知了辛小妹，并表示可以阻止他们的行动，只需一张混混头子家的平面图。正当他研究那幅画时，混混头子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是马丁打来的，说他们被发现了，让他们赶紧离开。此时的小新已经摸进了混混头子的家，然而等到了地下室才发现他们已经逃走了，只留下了一个倒地不起的糊涂蛋。小新正想把情况报告给辛小妹，不料接电话的是个陌生人，一开口就是我现在需要那些图。小新很奇怪的就问对方是谁，不想竟是杰克鲍尔。杰克也听出声音不对劲，就问了一句，小新自然不会说实话，就说自己是艾哈迈德·阿伯迪。没想到杰克居然信了，本人调查之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出任务还能抽空搞个恶作剧，小新怕不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再说辛妈虽然抢到了葡萄干，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300度烤20分钟，那么5分钟就是1200度。将温度调至最高，辛妈就打算去做折叠卡片了，谁知还没开始写寄语，烤箱就炸了，蛋糕胚成了黑乎乎硬邦邦的不明固体。眼看时间只剩下最后的10几分钟，辛妈想到了粉红糖霜，她将这玩意儿涂满了那团黑漆漆。此时辛爸和眼镜仔的垃圾箱之旅还在继续，一段下坡之后，他撞上了一堵墙，不过好歹树枝被折断，能够重见天日了。更幸运的是，辛爸发现隔壁就是老谋子酒吧，正好可以进去喝一杯。哪知里面的场景立刻断了辛爸的念想，只见老谋子合上书，就对着镜子拿起了电钻，准备自己动手剁掉那颗坏掉的牙齿。那血腥的画面简直不忍直视，吓得辛爸慌忙逃走了。出来之后，他才想起箱子里还遗忘了个人，于是就问眼镜仔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得知学校要举办蛋糕售卖会，辛爸就推着垃圾箱和眼镜仔朝学校去了。此时反逃学小组正在定位臭蛋，充分预计臭味的有效半径将比他们任何人踢球的最远距离还要大。辛小妹建议取消这次的蛋糕售卖，可学校的篮球框已经改了规格，赞助商也已经兑现了存款。更重要的是，校监听到此事一定会发飙，说曹操曹操到，校监立刻就听到了风声过来询问。校长瞬间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向校监说，只是这次售卖的收益会创下新高。听到无事发生，他放心的离开了。如此一来，就只能在售卖开始前找到那些混混了。辛小妹立即让马丁对学校安全网络进行逐层搜索，可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得力手下竟是内奸。马丁很快就发现目标所在地点，但并没有报告辛小妹，而时间正在1分1秒的流逝。此时各路人马正在赶往学校，拿着蛋糕的辛妈，躲在垃圾箱的辛爸和眼镜仔，以及专心开车的小新。小新是最先到达学校的，接着是辛爸他们，最后才是辛妈。辛妈的蛋糕还不小心飞了出去，好在本身够硬，捡起来拍拍灰还能看。混混3人组带着臭蛋来到了通风室，正当他们为自己的计划兴奋无比之时，威力来到了这里，双方一言不合就干了起来。争斗间，威力用拖把按下了火警，金小妹立刻监测到那里出状况了，还没等发话，马丁就自告奋勇提出自己去看看。逃离辛小妹的视线后，马丁长舒了一口气，接着欢欣雀跃的蹦蹦跳跳朝目的地前进。经过小胖子的时候，两人还互相问了个好。躲在暗处的小新发现了两人的不寻常，一个是恶霸小胖子，一个是五好学生马丁，他们之间竟像老熟人一样打招呼，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小新可不相信小胖子突然转了性，于是就用了些手段逼问他，马丁是在为混混们做事吗？小新还真有一套，果然让他
他救出了内鬼。然而他正要将内鬼的名字上报辛小妹时，意外发生了。潜伏在暗处的马丁用圆号砸晕了小新。此时的体育馆内售卖会即将开始，辛巴带着他的不明固体也赶到了现场，而马丁也带着小新到通气室和混混们会合了。他之所以会到内间，也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他的小蚂蚁朋友被他们夺走了。小新醒来的时候已经被绑起来了，将爆炸时间设定在3分钟之后，混混们也带马丁离开了。若是真被引爆，臭味将顺着通气口直达体育馆。此时辛巴还守着自己无人问津的蛋糕，而辛爸还在要钱购买其他家长做的蛋糕。通气室内，小新弄倒了椅子，给妹妹报了个平安，还用舌头发送了一张臭蛋的照片。金小妹认出那是第5级散臭装备，要想阻止恶臭传播，只能让换气扇短路。小新环顾了一下四周，将目光锁定在了热狗香肠汤水煮法。要想让换气扇短路，放出那里面的汤水是唯一的办法。但辛小妹不想那么做，她害怕哥哥和威力被淹死。然而校长可不愿承受校监的怒火，他当即掏出钥匙，按下了打开阀门的按钮。没过多久，汤水就淹没了整个通气室。更要命的是，小新他们将会被推向打磨锋利的通气扇。另一边，得偿所愿的马丁看着自己的朋友们，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他戴上了纠察队的绶带，脸上露出坚定的表情。然后他搬来了椅子，站了上去。跌倒之后，他挣扎几下就平息了。原来这小家伙将内裤挂在了钩子上，就像是曾经那些小混混对他做的那样。此时的小新和威力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小新选择向下寻找出路。刚好通气室的窗户正对着体育馆，人们很快发现了他。可惜这是防弹玻璃，金章打了好几枪都没有破损。这时辛妈站了出来，若是有什么比子弹更坚硬，那一定就是他的蛋糕了。只见他旋转一圈，将蛋糕稳稳地扔了出去。随着清脆的玻璃炸裂的声音，空气室的水疯狂涌入。然后辛巴就看到了一个热水瓶滚到了自己脚边，眼看时间只剩下6秒了，辛小妹冲到老爸面前，爸，那是臭蛋。接过臭蛋后，还要想办法让其终止。好在上面有紧急终止按钮，总算在最后1秒之前挽救了危局。辛巴连忙解开了儿子的绳索，就开始猛亲。我可爱的小家伙呀，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接着辛巴也抱着儿子一顿猛亲。我很高兴你尝起来像热狗肠。这欢乐的气氛还没维持多久，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体育场。这人就是之前被小新整蛊过的杰克。做得好 Lisa， 说罢他就将枪对准了旁边的小新，就是你小子给我打了个恶作剧电话，全单位进入。说话间，小新就被那些带枪特工包围了。杰克说，我将所有前线特工从其他案子里抽调出来，只为了追踪到你，然后把你绳之以法。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我想我是对的。可能这不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不远处就有朵蘑菇云炸了，好在那里是春田镇的敌对城市。本集联动了2001年美剧24小时，动漫将1天的时间缩短到蛋糕售卖会的减半小时左右，让各路人马的矛盾冲突集中爆发，剧情跌宕起伏。其中小新无疑对应的是电视剧主角杰克鲍尔，他们都有着聪明的头脑以及超强的应变能力和执行力。此外，动漫中其他出现的人物也大都能找到对应者。抛开电视剧不谈，动漫中的人物关系虽然简单，却也耐人寻味。比如可恨又可怜的内鬼马丁，为了私心就出卖组织，背弃纠察员的原则与职责，即使得偿所愿，恐怕也难逃良心的问责。再比如胆小怕事的校长，因害怕承担上司的怒火，就毫不犹豫舍弃小新和威力。这虽只是一起不良学生闹事案，从中展露的人性群像却依旧引人深思。三姐妹在玩你画我猜，由于画画的是小新，比赛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辛妈一个人答对了所有的题，直接震惊了2位姐姐，她们有些泄气了。辛妈当然很高兴啦，说小新和自己心意相通。这时小新看到了墙上的时钟，又画了一幅画，校车、小新和辛小妹。辛妈马上反应过来，就妹俩要放学了，而今天正是要带他们去看牙医的日子。于是辛妈抱起小女儿就匆匆离开了。原本时间就不充裕，车子又发动不了了，为了能准时回到家，辛妈抱起小女儿就跑了起来。她靠着双腿穿过了春田镇的大街小巷，抱错过自己的孩子，也踩过市长的头，穿过下水道，也混进过活动方队，甚至还将前来讲八卦的海伦一掌拍飞。终于赶在了兄妹俩回家之前，稳稳地坐在了沙发上。得知接下来要去看牙医，小新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写着抗拒。你不是说去墓地飙车吗？听到这话，辛小妹有些无语，怎么每次你都对这个谎言深信不疑？对此深信不疑的可不止小新一个。辛爸连墓地飙车的衣服和车子都准备好了。到辛爸清洁牙齿的时候了，护士小姐姐一看他的口腔，整个人都不好了。你定期清洁牙齿吗？辛爸颇为自信，必须的，还说自己每次去洁牙店，人们都会惊呼他又来了。小姐姐不想再说什么了，拿着钩子就要开始清洁。不料还没开始，辛爸就在那吱哇乱叫，还说什么风吹到了他口腔，好害怕之类的。小姐姐有些无语，直接硬上了。门外那些小朋友听到了辛爸惊呼你个刽子手，都吓得不轻。一个妈妈安慰自己的孩子，别担心，那个男人的牙齿肯定有特殊问题。辛爸似乎要故意打碎孩子们的幻想，直接大吼道，我的牙齿从没什么特殊问题，只是一个常规检查。好家伙，这几嗓子吼下去，那男孩
孩直接从窗子跳了出去。这时里面才又响起辛巴的声音，这完了也没那么坏嘛。金小妹在另一个房间看口腔卫生的宣传片，这里面有2股势力，以杜冲为代表的牙齿黑帮，他们致力于掏空人类的每一颗牙齿，然后在口腔内尽情的开 party， 接着以牙膏为首的正义之士再来消灭他们。不过这牙膏唱的最后一句歌词让金小妹很不舒服，祝大家都有个大臭嘴。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片子一边宣传预防蛀牙，又要一边美化蛀牙。辛巴倒是没想这么多，他已经跟着片子里的动画人物跳了起来。另一边，小新也已经清洁完毕了，小姐姐送给了他一套免费的牙刷，让他多刷牙。小新很是不解，你是想让我在家里免费做本应该由你来做的工作吗？说着，他就将这套刷牙用具扔进了垃圾桶。小新哼着小曲儿走了出去，突然在一个门前听到了有人叫校长的名字，他悄悄将门打开，将小脑袋伸了进去，果不其然，里面就是校长。小姐姐让他在自己放氮气的时候放轻松，于是校长用力的吸了一口之后就躺下了，然后小姐姐就拿着表格准备离开，她让校长就在这里等着牙医，他会知道该怎么做。临走之前还提醒校长千万不要反抗。等到护士离开后，小新偷偷溜了进去，白大褂一穿，小口罩一戴，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几分像从前。可能也是有氮气的缘故，面对这样的小新，校长没有反抗。得知他是来做抓猴治疗的，小新直接将手伸进了校长的喉咙，一顿乱掏，把校长折磨得够呛。这还不算完，小新又将一个牙齿模型塞进了他的嘴里，猛踢了几下。这次的经历必给校长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回家的路上，辛妈问大家，难道不喜欢嘴里干干净净的感觉吗？喜欢是一回事儿，不爱惜又是另一回事儿。父子俩马上决定去吃甜点，将嘴里的清新都赶走。看着家人们的期待的眼神，辛妈还是妥协了。冰淇淋店里，辛巴问服务员什么是方袋，就是很方的圣代。辛巴一听来了兴趣，不过想到自己有点健康问题，就决定买低脂香草冰淇淋。然后他在里面加了一堆高热量甜食。服务员又问他杯装还是桶装，辛巴犹豫了一下，说用桶装。没想到他今天走大运了，购买的是这家店售出的第100万个桶装冰淇淋。就因为这个，辛巴还上了春田新闻。要说为什么这么闲，为这个也值得做个新闻采访，那就是因为这个频道和那家冰淇淋公司同属一个集团。肯特询问辛巴买到这个命中注定的冰淇淋有何感想，辛巴说那感觉就像上阵杀死了第1个敌人，爽呆了。不料这货一激动，将咖啡杯打翻了，滚烫的液体全数倒在了肯特的身上，直接刺激他当场飙出一句脏话。在家看新闻的孩子们连带狗子都惊得张大了嘴。这时辛妈跑了出来，我错过了什么？金小妹说肯特说了一句超级脏话。辛妈问是哪一句，兄妹俩难以开口。小新就画给了妈妈看，看了之后辛妈忙让儿子弄掉它，不曾想竟然弄不掉了。小新将画板扔在了地上，而辛妈则拿出了锤子将它彻底消灭了。节目还在继续，肯特为自己的鲁莽向公众道了歉，还承诺会捐一大笔钱给反青少年咒骂慈善机构。节目录制完毕，辛巴和肯特一起走出了公司，看着沿路的人们依旧热情地跟自己打招呼，肯特松了一口气，看起来情况还不算太糟。他拦住了漫画男，问他有没有看自己今天的节目。漫画男傲慢地说当然没有了，我是个正常的年轻人，获得信息的途径都来源于网上。他还说肯特是个老顽固，没有人看他的节目，也就没有人听到他的失言。肯特十分高兴，工作算是保住了。还是有人看到了那个新闻的，比如老辛普森还义愤填膺，说自己不相信肯特竟然逃过了一劫。在他那个时候审查机制更严格，有好多次都是禁止说的，然而大家只是看了他一下又接着吃饭了。金小妹说她不认为肯特已经没事了，因为还有很多虔诚的督察员让世界免遭口不择言的危害。她说的没错，弗兰德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还有一个小本本专门记录那些不合理的情节，比如超人前传超级狗狗舔他自己，60分钟主持人的裤子褶皱有问题。不过这些都比不上看到肯特那句脏话让他震惊，这还得了？他立刻写了一封信发到网上。这天肯特像往常一样宣读新闻，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今天将对臭嘴主持人肯特进行调查。震惊之余，他又看到了另一则新闻，6套节目组决定将肯特降职为周末气象员，无论他再怎么不接受，现在也只能认命。然而就算已经这么惨了，同事也没放过他，还用天气预报的屏幕羞辱他。那人现在接管了肯特的工作。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第6套节目组进行了破纪录的1000万美元罚款，起因是肯特可耻的脏话。看到这个价格，可把这家伙惊呆了。因为6套节目的吉祥物新闻记者的弱视手术没法做了，这只狗对于悬在头顶的食物都看不见。据此，那人又狠狠地斥责了肯特，现在你满意了吧？他就要饿死了。其他节目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阿壳秀上，阿壳告诉孩子们，他们已经负担不起洋洋和抓抓配音员的工资了，所以等下开播的时候，只能他自己来了。阿壳那毫无起伏的声音，再加上没有背景音乐加持，直接让这部动漫降低了好几个档次。果不其然，一集结束后，只有稀稀拉拉的一点掌声。阿壳现在对肯特很火大，电视台就只有2条规则：别骂人，别搞颜色。就这么2件事，你都做不好吗？降了职有
挨了训，肯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这时6套节目的负责人找到了他，肯特小心翼翼地问自己是不是被解雇了。负责人让他放轻松，还说电视台全靠他们顶着，然后就问他咖啡里的粉末是什么，可卡因吗？肯特连忙否认，说这只是糖粉而已。但是负责人直接打断了他，说他是毒贩子，把他解雇了。昔日光鲜亮丽的主持人一夕之间就失去了所有。临走之际，肯特还得承受同事们的愤怒，天公也不作美，竟然下起了大雨，他的箱子受了潮也坏了，东西散落了一地。现在的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这天，辛巴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但这触感却跟往常很不一样。原来是因为他坐在了肯特的身上。辛巴说是他邀请肯特过来住几天的，他害怕肯特因为工作没了会去自杀。辛巴的态度很坚决，表示自己不会和自由传媒人住一起，但辛巴也毫不妥协，我们必须要收留肯特，要不是你将咖啡泼在了他的腿上，他就不会这样的落魄。即使这样，辛巴还是很不情愿，于是兄妹俩也站出来帮妈妈说话。见全家都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辛巴同意了肯特留下。一天，肯特和新家妇女在家看电视，然后看到了一群穿着清凉的女孩们正在驾驶飞机。不过这不是主要目的，重点还是展示她们的性感。这样的节目是辛巴喜欢的，却不是辛小妹喜欢的。他拿着遥控器就换了一个台。Fox 新闻正在报道自由主义者的暴行，辛巴一看情绪又转换了，开始仇恨自由主义者了。辛小妹没有爸爸那么大的火气，她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什么 Fox 电视网一直在播下流的节目，但是 Fox 新闻却这样的保守。肯特说 Fox 故意播出一些会处以重罚的节目，而罚金会通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直接转给共和党。这件事所有的传媒人都知道，只是没人敢说罢了。听到了不得了的事情呢。辛小妹说主要你敢说我就敢拍，现在就是揭开真相的时候了。肯特一听也来了精神，那就走吧。这两人很快就录制了揭露真相的短片。肯特说新闻界和政府就是一对偷欢的狗男女，还呼吁大家对政府多一些要求，对新闻界也多一些要求。对于这次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反而比之前在电视上更广为人知，凡是看到的人们都犹如醍醐灌顶。但有一群人对肯特产生了深深的畏惧，那就是以秃头为代表的共和党人。肯特的话威胁到了他们的不义之财。自从肯特说了那番话后，他的风评直线上升，人们都夸他仗义直言的样子太帅了。辛小妹也很高兴，现在你是个大红人了。但好景不长，共和党的人找了过来。6套节目的负责人说希望肯特官复原职，工资涨50%。看着辛小妹那期盼的双眼，肯特有些不忍心让她失望，于是让她闭上了眼睛，然后就跟着那群人一起离开了。辛小妹十分难过，或许现在的媒体界再无真相和勇气可言了。辛爸很赞同女儿的观点，不过表示在家里他们依旧可以说真话。他说肯特还告诉了自己一些新闻界的内幕，可惜他们这段谈话被和谐掉了。至今我们仍未知道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惊天大秘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某些不合理的事情背后，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媒体和资本的合作带来的是他们的双赢，消耗的却是普通人对新闻的信任。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甚，因为他们的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本，一失足造成千古恨。肯特的脏话既毁掉了他，也成就了他。看似美好的结局，却将公众推向了无知的深渊。长此以往，虚假的新闻终将蒙蔽人们的双眼，普通人再难了解到真实的世界，而是生活在由政府和媒体编织的幻想中。那些曾好不容易撕开的一条口子，也许以后也会变得牢不可破。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